一同检测宿主绑定中，进度1%，检测到宿主智商有缺陷，不合格，停止绑定，请宿主同意解除。什么狗血剧情啊！古代也能报错，不都是在家里生的吗？赶紧滚！我堂堂首都中医大学的大学生，毕业后就有泼天的富贵，无缘无故穿越成古代千金就算了，居然还是个假的，这叫什么事儿嘛？也忒小气了，就算是报错了，好歹让人吃了燕窝再赶人走不是？大门再次打开，于穗欢眼前一亮，还以为有大反转。咱们2个奉了夫人的命，送您回大柳树村认祖归宗。这就是我家。于穗欢满脸不可置信看向旁边的婆子，你亲爹娘只有你一个女儿，半年前一家子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你爹娘爷奶都丧命，就在前边埋着，也方便你以后祭拜。没什么事，我们就回去给夫人复命了。认亲那个甄三小姐还真是够福大命大，一家子全死了，就她一点事儿没有，还能跑去认亲，变二傻子呢？这啥也没有啊，就这光景，耗子来了都得丢下2粒米再走。于穗欢欲哭无泪，万般绝望地走到院子里，忍不住大喊了一声：老天爷啊，下道雷劈死我算了！大半夜谁这么缺德，鬼哭狼嚎的，还让不让鸟睡觉了？艾玛，谁出来，别装神弄鬼！他忍住内心的害怕，背靠着一棵大树，生怕下一秒那4个土堆里面会钻出来一个。别装神弄鬼了，我就在你头顶上光明正大的站着。于穗欢抬头，正好跟树上一只乌漆麻黑的鸟四目相对。是你在说话？除了你乌鸦哥我，这里还有别的鸟吗？我的个娘嘞，这年头鸟都能开口说话了。不过想想，我都穿越了，能听懂鸟说话似乎也没什么可惊讶的。嘿嘿，是乌鸦哥啊，幸会幸会。一点也不想看见你，大半夜不睡觉，你鬼叫什么？我呀，乌鸦哥，不瞒你说，我刚被家里赶出来，说我不是亲生的，大半夜的把我往这荒郊野岭一扔就不管了，我命怎么这么苦啊？饿就自己去找吃的，又不是没长腿没长脚。前面林子里野杏、野桃子、野果子多了去了，站这里哭有什么用？等我拉你嘴里嘛！这乌鸦说话真是能噎死个人。可我不知道哪里有果子，劳烦乌鸦哥给带个路，咱们2个能对话，那可是跨种族交流，也是千百世修来的莫大的缘分。以后有我一口吃的，就绝对有你一口喝的，咱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于穗欢觉得10有8九，这乌鸦哥就是穿越以后附带的金手指，得搞好关系。你自己都吃了上顿没下顿，还想忽悠我以后死心塌地给你当免费劳动力，我才不上你的当，骗鸟呢！嘿，这脑还真是会戳人心窝子。这乌鸦哥比我都聪明，不会也是穿越过来的吧？一人一鸟来到林子里，还没等找到果树，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杀人了！于穗欢吓得手忙脚乱，赶紧爬上一棵歪脖子大树。乌鸦哥也老老实实蹲在他旁边的树枝上。不一会儿，就传来脚步声，一个高大的身影拉着一个血迹斑斑的麻袋，正巧停在歪脖子大树底下就不走了。于穗欢吓得大气都不敢出。这人不会想着把尸体埋在这棵树底下吧？他想的还真对，那人从腰间摸出一把大号铁铲，就开始挖坑。李成锦挖得正起劲，忽然一块魔石落在眼前。你丫的故意的吧？嘿嘿，没憋住。李成锦身子顿了顿，慢慢抬起头。哈哈，你好啊。没有预想中的疼痛袭来，而是摔进了一个温暖又结实的怀抱。于穗欢活了20多年，也没有被男人这么抱过，还是这么帅的，当即就羞红了脸。你先放开我！今晚出来还真是不虚此行，天上掉下来个好妹妹，这是暗示我姻缘到了，该成亲了吗？呸，做啥春秋大梦呢？我还小，年龄不够。骂人的狠话他也说不出来，万一把人惹急眼了，他能杀一个，自然也能杀第2个，他还不想死。确实不大，不过养2年也就好了。他不是有什么大病吧？我穿越过来就是为了嫁给一个杀人犯的吗？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为何大半夜出现在这山林子里？李成锦一边问，一边从他袖口抽出一条丝帕，边角的位置绣着于穗欢3个字。你就是大柳树村于家被抱错的那个闺女吧？你怎么知道？大柳树村只有一家姓于，还是半年前搬过来的，还没1个月就全家丧命，只留下一个女儿。听说是因为吃了有毒的吃食，临死之前才告诉女儿她不是亲生，当年被他们跟一富贵人家偷偷换了，让她去找亲生父母，说是鼎鼎富贵的人家。这件事3里5村里人尽皆知。既然半年前就知道了，那他料理完丧事找到于家1个月也够用了啊，为何今天才把我赶出来？这家人淹死的蹊跷，都瞒了这么多年，死之前还良心发现，就没想过自家孩子回来过不惯苦日子吗？这里面绝对有事。月黑风高，这么晚出来危险得很，幸亏是遇见了我，以后可不许了。这人模样长得好，脑子倒是有些不太正常，不杀我，这是要放我走吗？
怎么，欢欢对我是一见钟情吗？想要留下来跟我一起毁尸灭迹？不是，你自己慢慢干，那我先走了。于穗欢动了动，发现箍着他的手却丝毫没有放松。这男人说让我走，却不松手，几个意思呀？欢欢还没有问我名字呢。谁想知道你的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李成景，翻过山，南边山脚下李家村的李成景，欢欢可要记住了。我记住了，我记你个大头鬼啊记！姑奶奶以后都绕着你走路。我送你回去。不用，你继续挖坑。说完，于穗欢脚底抹油跑得飞快，等回到茅草房子，才敢歇口气。吓死我了！都怪那屁股没板门的乌鸦哥，那么紧张的时刻，好端端的拉什么屎？这倒好，一泡屎把我全暴露了，还差点被那个神经病占便宜。第二天，于穗欢溜溜达达来到村头的小河边，准备找吃的，却看到许多人在旁边挖着野菜。于穗欢的出现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你是我们村里的吗？怎么以前从没有见过你？我就住在村那头的茅草屋里，我叫于穗欢。我叫春杏，你是来挖野菜的吗？你就穿这衣服干活。怎么了？不行嘛，可我就这一套衣服。你这衣服是用云锦纱做的，料子可值钱了。一块用云锦纱做的手帕绣上好看的花样，到镇上绣楼能卖200文，普通纱料做的只能卖20多文。于穗欢一听自己身上这件衣服这么值钱，他现在穷得叮当响，就指望把这衣服卖了能换点钱维持生计，最起码先填饱肚子。春杏姑娘，你看我这件衣服能裁多少个手帕？手帕都得方方正正，你这件外衫大概也能剪10几个左右，不过没有绣花的帕子也就100多文左右，拿去绣楼卖肯定要压价，不如整件去当铺卖还能多给点。衣服已经挂烂了，送去当铺不值什么钱，按照你说的弄成绣帕还能多卖点。我不会绣花，能不能拜托春杏姑娘你来绣，这样你也能挣点零花钱。交给我来绣，你信得过我就行。于穗欢内心一喜，终于可以有钱了，有钱才能买吃的，不会饿肚子。正当他沉浸在喜悦中时，几个官差已经走到了村口。什么？这年头单身居然还要交税？我单身还犯法了？为了促进咱们县人口发展，县太爷决定，从今天起，凡是及笄以后还未订婚的女子都要交税，称之为剩女税，每个月1两银子。逾期1年不订婚还未出嫁的，由官府出面强制婚配。这许配对象自然是各个村子那些而立之年还娶不上媳妇的汉子。衙役此话一出，围观的众人立马炸开了锅。老天爷啊！及笄以后不许配人家的，每个月还要交1两银子，平常人家一个月也难得攒下这么多。更可怕的是，1年后的强制婚配，村子里那些而立之年还娶不上婆娘的人，要么是好吃懒做的汉子，要么是身体有缺陷的，谁舍得把自家闺女往火坑里推？春杏，你这下个月也该满15岁了，可有相看好的人家？我娘家侄子就不错，长得人高马大，干活也是一把好手。你可拉倒吧，张嫂子，你们家人哪有高个子？春杏，这外村的哪有咱们本村的知根知底？你狗剩哥模样不差，而且我们孙家只他一根独苗，上面3个姐姐都已经出嫁，只要你点头答应，我现在就去你们家提亲。一群婶子大娘一窝蜂的挤到春杏跟前，想要把自家的子侄外甥介绍给他。我的个乖乖，我连自己的温饱都还没有解决，这怎么还出了个剩女税？算算日子，这具身体再有10几天也要满15岁，如果不赶紧找个男人订婚，我貌似连税都交不起。不过这春杏行情这么好的嘛，我长得也不差啊，肤若凝脂，杨柳细腰，再不济那也是个女的，上来问一下能咋的？多谢各位婶子、嫂子，我娘说下个月就让我跟胡子哥定亲。众人一听说已经有人家了，只能惋惜着走开。不是，就这样都没有人看我一眼吗？是我不配吗？于姑娘，你跟我一起去我家吧，咱们商量一下做手帕的事情。好呀。我刚才听你肚子一直叫，肯定是饿了。这个玉米饼子你别嫌弃，我家人今天都出去走亲戚了，只留我一个看家，只有饼子了。不嫌弃，谢谢你春杏姑娘。这些都是了，平时绣些小东西就用不上花样子，这不过是几句写紧的诗词，也没什么特别的啊。欢欢，你还认字呢？认得一些。听说那些镇上县里的富贵人家小姐太太都喜欢，如果要能有新的诗词，肯定能卖上价钱。这还不简单，我给你写几个，你只管忙着绣。你家有没有笔墨纸砚？有，我爷当年当过账房先生，我给你拿去。虽说我个人没什么文采，当年那也是熟读唐诗300首的人，几句诗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嘿嘿。拿起毛笔，随后写了几句诗词，然后又教了春杏一种针法，反面跟正面也一样好看。这种针法都是他奶奶以前教他的。这种高超的针法一般都是师傅传给徒弟，或者家族里女人代代相传，从不会轻易给外人。欢欢，你对我也太好了，第一次见面就舍得把这种能挣钱的针法告诉我。临走之前，春杏又给他拿了1小碗猪油、几斤玉米面、几斤面粉，还有盐巴。
你自己一个人刚回来，家里肯定没有吃的，这些先吃着，等过2天赶集我们一起去卖手帕，得了钱你再置办些吃的。谢谢你春信，等卖了钱我再还你。一点东西不值几个钱，你连双面绣都肯教我，快回去吧，一会儿天都黑了。你这忘恩负义的女人，我带你去找吃的，遇到危险你跑得比兔子都快。呵，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关键时刻你随地拉屎，我能被那个神经病发现。你要吃五谷杂粮，拉屎那不是很正常？于穗欢正想跟他掰扯清楚谁对谁错，余光瞥见乌鸦哥爪子上挂着一个金光闪闪的金坠子，没想到这鸟比我还富有，我这刚填饱肚子，人家都戴上金首饰了。说的对，乌鸦哥，这是赖我，是我办事不地道了。您消气，吃了没？来尝尝我这刚烙好的饼子。你会不会做饭？这饼子能吃吗？当然能吃，香的了。乌鸦哥哥，您这贵爪上戴的是什么？看着挺不错，就是凑合能吃，不如肉香。你说这个啊，这是我在河边看到的。我们乌鸦一族天生喜欢亮晶晶的东西，看着不错就拿回来了。就是什么？别说话说一半。东西看起来不错，就是这东西你看，棱角太多，这要是战树枝上一个不小心划伤贵爪子多不划算。而且这坠子一看就是从什么上面掉下来的，这算是残次品，这种东西哪能配得上乌鸦哥您？至少不得弄个镶嵌宝石的才能配得上您的气质。以前我倒是捡到过一个带宝石的，就挂在我窝上，不知道哪个狗日的把我窝都给偷走了。乌鸦哥，我倒是有个好主意，不如把这个残次品拿去镇上换成肉，肉这东西吃到自己嘴里谁都偷不走是吧？等您再捡到镶嵌宝石的，您再戴爪子上，这才称您的身份不是。乌鸦哥想了想，他确实也馋肉了。怎么换成肉？把这金坠子卖了换成钱再买肉。您放心，跑腿这种粗活我来，肉买回来我给您炖得香香的，切碎方便您吃，就当我给您赔罪了。乌鸦哥看了于穗欢一眼，看他面露真诚，觉得说的也有道理。看在你这么有诚心的份上，拿去吧，肉买回来咱们一起吃，我不会让你白跑一趟。我就知道乌鸦哥您局气，跟着您混一准没错，以后您就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大哥，改天我就去镇上买肉。于穗欢强忍着内心的欢喜，小心翼翼地摘下金坠子捧在手心，一声清脆的电子音传进于穗欢的脑海，于穗欢忽然一愣，随即声音又响起：系统检测宿主绑定中，进度1%，检测到宿主智商有缺陷，不合格，停止绑定，请宿主同意解除。于穗欢裂开的嘴角立马又收了回去，还以为来金手指了，这忒娘也太埋汰人了，说谁是傻子呢？喂，才一你就说不合格，你就不能多绑定几次试试？宿主太垃圾，无法继续更新进度。叮了，电子音没有一点感情，一同冷下去的还有于穗欢的心。我怎么垃圾了？你说清楚，说不清这件事就没完。反正我就是不同意解除，咱们死磕到底。这什么狗屁3无系统，一看就不是啥正规牛逼狂战炫酷掉炸天系统，绑都绑定不上。绑定中，进度1%，无法继续绑定，再次绑定中，进度1%，停止绑定，系统故障处理中。于穗欢也懵逼了，少说也绑定了几10遍，都给系统干故障了，也没绑到2%。不是，我就这么烂泥扶不上墙吗？这位女施主，不是女宿主，本系统主要都是绑定男主，可能和您不匹配，这次算是本系统的失误。本系统为了表示歉意，决定送您一个超级无敌智能灵泉空间，只要您同意解除绑定，立马就可以拥有。祝您穿越愉快。空间，哈哈，这玩意儿也不错。刚确定同意，等于穗欢反应过来，那个系统就已经消失不见。他脑海中一阵白光闪过，果然出现了一个空间，不足10平方的空间里有一个干干净净的小水坑，跟家里的煮饭锅差不多大小。但狗系统说好的超级无敌智能灵泉空间呢？以为占了大便宜，谁知道还是被坑了。第二天，他提着篮子直奔村头河边，走到半路正好看到几个孩子正在欺负人。喂，你们几个在干嘛？几个小孩看有人过来，立马一哄而散。他走上前，看着哭得稀里哗啦的小胖墩，还是个富二代啊，难不成是哪个地主家的傻儿子？喂，小胖墩，你这么高，又吃得这么壮，咋能让几个小孩子欺负了？他们打你都不知道还手吗？真是白长这么高个子了。我不会。于穗欢有些无语，看来真是个傻的，哪有人连还手都不会的？他们怎么打你，你就怎么打他们呗。可是我打他们，他们会疼的。于穗欢瞪大双眼，这什么奇葩言论？这话让你说的，就跟他们打你，你不疼是的。行了，别哭了。姐姐，你要去哪里？我要去河边挖野菜。我想跟你一起去。那就一起去，走吧。小胖墩咧着嘴，笑眯眯地跟在于穗欢后面，真好，终于有人跟他一起玩了。
不一会，于穗欢的篮子里就满了。时间不早，我要回家了，你也赶紧回家吧。啊，那我明天还能跟姐姐一起玩吗？好不容易找到个玩伴，都还没玩够，这里人太多，好想单独跟姐姐玩。能啦，我也许明天还会在这里挖野菜，但是不确定。欢欢，我猜的还真对，你果然在这里。春信，你找我什么事？明天镇上有集市，我连夜绣了一条手帕，准备明天拿去给绣楼掌柜看看，顺便买些绣线。你要不要一起去？耶，我也想去镇上看看。欢欢，快过来上牛车，今天镇上大集可热闹了，咱们办完事还能逛一逛，等下午趁着我哥的牛车再一起回来。谢谢春信大哥。妹子不用客气。小妹子，我们到了，你们逛完了就还在这里等我，我忙完了就过来接你们。知道了，大哥，你快去拉货吧。春信姑娘来了，这次又绣了什么好东西？就是新的了一些花样，绣了个手帕出来，送过来给掌柜的您看看，如果看得上能收，我就回去继续绣。老板娘打开蓝布的一瞬间，也被云锦纱做的手帕吸引，最重要的还是双面都绣了字，新奇的很。真不错，反面一点也不杂乱，干净整洁，料子用的云锦纱，这花样简单却胜在稀奇。你等着，我去请我家东家过来长长眼，保准给你个好价钱。来来去去都是那么几句诗，看都看腻了。夫人，你也别想那么多，好听的诗句不就那么几句，自然是人人都绣。再说游园会去那么多夫人小姐，不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算了，走吧。这位夫人留步，您看看这个是否能入眼？这是店里的新款手帕，上面绣的诗句也是外边都不曾有过的。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妙呀，真是好诗。这句诗词我倒是从未听过，姑娘可知是何人所作？可否认识？这个倒是不曾知道，我也是偶然听别人念过，这才记了下来。原来是这样，姑娘，这手帕怎么卖？这个价钱需要问绣楼掌柜的，我们只是跟绣楼合作长期供货的绣娘。夫人要是喜欢这个帕子，那就500文钱。小翠给银子，掌柜的麻烦以后有了什么新的绣品，还劳请年长人到东街陈学士府上递句话，就说是大少奶奶让来的。夫人放心，以后有了什么新样式，我一定先差人给贵府送信。刚才掌柜的您不在，我自作主张拦住了贵人，还请掌柜的莫要责怪。姑娘言重了，要不是您，我们鸳鸯绣楼还做不成这笔买卖。这云锦纱是个好东西，可上面用的绣线太普通了。掌柜的，我们这次来就是准备买一些好的绣线来的。这些帕子我都收了，每个按照300文钱，绣线不用你们买，我来提供，你们看怎么样？春信听到300文钱的时候，人都傻了，他以为顶多给200多文钱。春信，这钱咱俩平分，一人一半。那不行，这不是占了你便宜，布料是你的，花样是你的，我就动手，哪能拿这么多？但平时最多我也就能得40文。那就除去成本150文，剩下的150文平分，一人75文。卖完这10几个手帕，以后你就自己绣，我就不参与了。于穗欢现在缺钱，只好厚着脸皮多拿些。75文就够多了，你教我的针法加上那些诗句，我以后也能挣不少的。麻烦问一下，你们这里回收金坠子吗？收的，按照朝廷标准，1两金子等于10两银子。您要卖什么？您看一下我的这个金坠子，能卖多少银子？店伙计接过金坠子，反复看了看，取出来一个非常精巧的小铜秤，把金坠子放在秤盘里。您这坠子重3钱，换成银子就是3两。我卖。这是3两银子，您收好。于穗欢装作把银子塞进口袋，其实是放进了空间。有了钱，立马就有了底气，这腰杆子都硬了。春信走，陪我去趟粮店。2个人刚走出张记银楼，迎面正好撞上一人骑着马横冲而来。你眼下啊！马背上的少年听到叫骂声，一双眸子如同淬了毒一样阴质暴虐。于穗欢过了嘴瘾，看着来人面色不善，回过神不由得有些后悔。艾玛，忘了这是在古代，穷苦百姓没有人权，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猥琐发育，别了。抱歉，是在下唐突了，给姑娘赔礼道歉。冯文玉是县太爷家3姨娘的娘家侄子，河西县向来横行霸道。这人长得就不像是个好人，表面装的彬彬有礼，可那一脸的好色样怎么都掩盖不住。站起身，拉起春信就要走。姑娘留步，害你受伤是在下的过失，不如我们同去医馆让大夫看看，这样我也好来心不是。没想到这穷乡僻壤还有如此绝色的美人儿，也不枉我跑这一趟。几个高壮的小厮也极有默契地将四周围住。但这特么是赤裸裸的公然调戏，真想给他一耳光。一会儿你先走跑快点，就去绣楼等我，我自己想办法脱身。春信内心有点惴惴不安，生怕欢欢出事。公子如此盛情相邀，那就却之不恭了。于穗欢装出一副含羞带怯的模样，朝着前边走去。冯文玉没想到这姑娘这么上道，倒是省得他动粗了，紧随着跟上。春信趁着众人离开，赶紧朝着3里铺码头方向跑去。他要去找大哥救欢欢。公子可否带奴家共乘一匹马？奴家长这么大还没骑过马。小娘子愿意，这还不是小事一桩。他翻身上马，摆出一个自以为风流倜傥的姿态，对着于穗欢伸出手，只等小娘子主动投怀送抱。呀，大家快看，天上是什么？有灰鸡！
他的声音非常大，表情又夸张，众人都忍不住抬头去看天上。我去你的吧！少爷，少爷，你特娘仰着头还在看什么？快去追少爷啊！四个小厮惊慌之下，自然是都去追冯文玉，谁还去在乎于翠欢？他拔腿就往反方向跑，谁知刚拐进胡同就碰在一个坚硬的胸膛之上。怎么每次见面不是投怀就是送抱，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我上你们家提亲？好早早嫁给我嘛！怎么又是你呀？你们赶紧给我找到那个小贱人，我让他好看。欢欢跑什么？还没回答我的话。谁要嫁给你？主要是吧，我感觉咱们只见过一面，对彼此都不了解，谈婚论嫁太早了。这不是就见第二次了，一回生，二回熟。欢欢，你是不是以为青天白日的人多，我就拿你没办法？我身上还有你给我的定情信物，如果我告诉那人撞破了我二人的奸情，我们合伙把他给害的，你猜结果会怎么样？不可能，你说什么县太爷就信什么，总要调查清楚的。而且我跟你清清白白，你别瞎说。于翠欢瞪着眼睛，内心都快气炸了。真是出门没看皇帝倒霉透顶，刚逃出狼窝又进虎穴，没一个好东西。如果没有今天这档子事，县太爷也许还会查一查，不过现在可就不保证了，毕竟外边那个可是县太爷家的亲戚，县太爷在河西县那就是土皇帝，只要定下你的罪，把你关进大牢，到时候岂不是正好方便外边那个对你为所欲为？欢欢，到时候你就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的不灵。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我走我的阳关道，你过你的独木桥，多好。我嘴巴严，不会把你的事情说出来，咱们后会无期。于翠欢说完，一溜烟朝着街上跑去。李承锦并没有阻拦，时间还长着，不着急。最后买了米面、猪油，随后都放进了空间，只留猪肉在篮子里，还盖上了一块破布，怕春杏等着急。于翠欢大步朝着鸳鸯绣楼走去。欢欢，你还真跑回来了，吓死我了！你跑去找李大哥了，真是不好意思，让你们为我费心了。妹子，你说这话就太客气了，你是跟我们一起出来的，你要是出点什么事，我们心里也过意不去。正好货物都拉完了，要是没什么事，咱们赶紧回去吧。快走到城门口的时候，李春生看到两个小厮模样的人在那里站着。小妹子，你们两个站在牛车后面别动，偷偷看一下城门口那里有两个人正在盘查路人，是不是就是你们今天遇到的那个恶霸随从？还真是，还找人在城门口堵我，这可怎么办啊？承锦兄弟，你这是过来镇子上收花生吗？对啊，春生哥，你这是来拉货吗？是呀，隔壁村陈员外家托我过来拉货，顺便带妹子过来赶集。这是南边山脚下李家村李大伯家的三儿子李承锦，喊三哥就行。三哥，承锦兄弟，哥哥有件事想求你帮忙。春生哥有事就直说，什么求不求的。妹子，你去躲到你三哥驴车后面棚子里，等出了城门口再下来。于翠欢想拒绝，可一时间也想不到什么好办法，为了自己的安全，只能点头应下。顺子哥，今天您当值呢？是三子啊，又来替你爹收花生呢。顺子哥猜得真对，替我爹过来收了点花生，改天我打了野兔给您送来，给您打牙祭。那哥哥就不跟你客气了，可等着呢。那我就先回去了，顺子哥，回去晚了我爹要骂人。有了这一出，也就再没人去搜他的驴车棚子，就这样大摇大摆出了城门。好了，下来吧。不过你要是不想下车也行，那我现在就把你拉到我们家去，省了定亲，直接拜堂也不是不行。这次真的是谢谢你了，承锦兄弟。一点小事，春生哥，你太客气了，没什么事，那我就先走了。走到春杏家门口的时候，发现院子里围了许多人，隐隐还有争吵声传出来。年大虎哥，你们在干嘛？春杏，对不起，我师父传我手艺，就是想让我给他养老送终，他把女儿托付给我，我不能辜负他老人家，这些是我买给你赔礼道歉的。谁稀罕你们买的破烂玩意儿？你们李家不要太过分，当初说两个孩子定亲也只是说说笑话，既没下品，也没合八字，到最后也不一定两个人就合适。我们能提这东西来，也是顾着两家情面。你们家不依不饶是个什么意思？拿着你们这些破烂东西滚出我们李家！我们家女儿何曾跟你们这种人家说要一亲？别坏了我女儿名声！不，以后把你们的臭嘴都给我闭上！敢说一句我女儿的闲话，我拆了你们家破房子！等到周家人都走后，春杏才忍不住红了眼眶。她已经在休嫁妆了，还偷偷攒了不少钱。春杏，你别伤心，那个周大虎别看憨厚，不是个好的，幸亏你没同他定亲，不然以后指不定更糟心。就是小妹，你也别伤心，这个妹子说的对，就凭咱们家的条件，比他周大虎好上千百倍的，咱们也能找到，到时候气死他们一家。一家子瞎了眼的黑心烂肺，肠穿肚烂的玩意儿，到时候周大虎成了上门女婿，让周婆子一家断子绝孙，后悔去吧。杏儿，你大嫂说的对，依照咱们家的条件，比他更好的咱也能找到。要不是当初看他对你还好，你们也算得上青梅竹马。就是一个村的家里能照应你，我也不一定能看上他们一家子外来户。也就是想着同在一个村，你们弟兄几个以后都能帮衬春杏，不让他受了欺负，也就不好说什么。既然不是个好姻缘，那就重新找一家人丁兴旺的。你们还记不记得南边山脚下李家村的那对兄弟，逢年过节都带礼品轮流来看我的那家？记得爷，我今天在集市上还遇到了李大叔家的老三承锦兄弟，让他帮了个忙。爷，你是不是想让春杏嫁到李家去？
那李家兄弟早年在镇上摆摊讨生活，曾受过我的照顾，对我也还算敬重。他们家人丁兴旺，每家都是3、4个儿子，而且他们那边生活比我们这边富裕。春杏嫁过去不会受委屈。虽说他们归河东县管，我们归河西县，但咱们河西县县太爷不做人，天天苛捐杂税，年年见涨，不顾百姓死活。听说河东县前年换了个县太爷，比之前那个好了不知多少倍，是个爱民如子的，去那边好过活。爹，那李大哥家虽好，可那3儿子李成锦却是10里8乡有名的混混，一天天游手好闲，还不干正事。要说他以前，那真是没得说，都夸是文曲星下凡。如果不是因为那件事，现在也许举人都考上，做了官也说不定。咱们家春杏都高攀不上，而且谁说非得是李老大他们家了？不是还有李老二的小儿子吗？听说现在也还没成亲呢。那孩子我年前赶集见过，虽不如李成锦聪明俊朗，可是胜在老实敦厚，倒是配我们家春杏也算正好。闺女，你觉得呢？先看看野史德。这边于水环回到家就做起红烧肉，米饭配着边炒金黄又炖的软烂的红烧肉，吃一口简直香得他直摇头。好香啊！你这是买来肉了？买来了，买来了，我还特意给您也盛好了，肉已经捣碎，混合着大米，可香了。乌鸦哥，您尝尝合不合胃口？此时此刻站在他面前的哪里是乌鸦呀，这简直就是金主爸爸。乌鸦哥迫不及待低头开始吃，吃了好几大口才恋恋不舍抬起头，却要嘴硬。这味道吧，也就还凑合着能吃，比出去吃那虫子强了一点。那是，这顿好的猪肉肯定比那些虫子要好吃。以后有乌鸦哥您在，时不时的捡一些这个金银首饰、珠宝啥的卖了换肉，咱们天天都能吃好的，我也能跟着您沾光。吃完饭，于嘴欢闲来无事，走进空间看了看，原本10平方左右的空间，现在扩大了一半，变成了20平方左右，就连地上煮饭锅一样大的水坑也变大变深了不少。看来只要不停的往空间里面塞东西，就能让空间变大。这让于嘴欢高兴的合不拢嘴。三叔，可是有什么事？怎愁眉苦脸的？上头说有大官要从水路进京，沿途必须修建。咱们县过阵子每个村都要服徭役，每家每户出1个人，据3里铺修建河堤，工期2个月，每人每天30文钱。拒不服徭役的每家要交10两银子。这是要把人逼死的节奏啊！家里有男人的辛苦2个月，人人也就过去了。可怜咱们村头那个于家，一家子全死光了，只剩下一个小姑娘。就这种人家也被写在了名单上。那么瘦弱的一个姑娘，别说2个月，3、5天就能要了命，不去又要交10两银子。你说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这服徭役，一个小姑娘怎么受得了？谁说不是？如果姑娘能赶紧嫁出去就好，最好能嫁到外县，这样也就不用服徭役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倒是个好法子。回到家，他赶紧就把要服徭役的事告诉了妹妹春杏，让她去通知于岁欢，也好有个准备。欢欢，大事不好了！咋了，春杏？跑这么着急？有大事要说给你听。咱们县要修筑河堤，每村每户人家都得出1个人去服徭役，不出人的就要上交10两银子。你家也在名单上。什么？服徭役？我们家只剩我1个人了，都在那里埋着呢，难不成让我去啊？于岁欢指了指不远处4个小土堆，还10两银子，这个县太爷真是人事一点不干，不是人的事儿一件不落下。就是呀，你一个女子哪能干那么重的活儿？我哥说，除非你赶紧把自己嫁了，最好嫁到外县去，这样他们就拿你没办法了。我家已经给我定了南边山脚下李家村的一户人家，听说那边县太爷是个好官，从不曾多加什么苛捐杂税。南边山脚下李家村，还记得那天让你坐驴车的3哥吗？是他堂叔家的儿子。要不然欢欢你也在那边寻个人家嫁过去，这样我们以后还能作伴。可我还不想嫁人啊，除了嫁到外县，没别的办法了吗？找个自己相中的不好吗？等你满15还拿不出银子，官府就要强行婚配，到时候只能嫁官夫、老光棍。欢欢，我有个想法，不如你嫁给那天救你的3哥，他长得好，12岁就中了童生，听说是文曲星下凡呢。一点也不怎么样，我就是嫁给傻子也不想嫁给杀人犯。一想到傻子，他想到了那天帮他摘野菜的陈大宝，那可是地主家的傻儿子，如果能哄得傻子娶了他，他大不了就当陈大宝是弟弟，自己就是地主家的老妈子，保姆，天天带着他玩就行。地主家有钱，不缺吃，不缺喝，嫁个傻子还好忽悠，哈哈，我可真是太聪明了，一会儿就去哄傻子去。春杏，谢谢你，我再想想。那我先回去了，你想好了记得去找我。春杏还要回家相亲，自然不能多待时间长。李二叔、程锦兄弟、程红兄弟，你们来了，快进屋去坐。二叔，你们进去说话，我把驴子拴门外，让他吃点草。李成锦跟过来，纯粹有自己的小心思。我去吧。李大哥，我去就行，不用客气，咱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大宝，你喜不喜欢姐姐以后能天天陪你玩？喜欢呀。这个毕竟男女有别，我要是天天陪你玩的话，别人会说闲话的。那姐姐，我们2个在一起偷偷的玩，不让别人看到不就行了？肥胖的手抚摸着怀中的小白狗，那狗并没有觉得舒服，而是瑟瑟发抖。那不行，俗话说得好，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总会让人看到的，到时候我名声不就坏了？大宝，我有个办法可以天天陪着你玩。什么办法？这样，你回家跟你爹娘说你想娶媳妇，非我不娶，
这样我就能天天陪你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可是天上的仙女儿下凡，可以凭空变出天界的仙果出来。看好了，我会变戏法。下一秒，10几个红彤彤的野樱桃就出现在他的手掌之上。傻子陈大宝只知道傻呵呵的笑，而这一幕倒是被躲在树后的李成锦看了个清清楚楚。他此时内心的震惊都不知道要怎么表达。这小野猫居然能凭空变出东西！不行，我答应了阿花，我要娶她当媳妇，只能娶她一个。我要是娶了姐姐当媳妇，阿花会伤心的。我的个乖乖，我的个孩儿！现在不光村里的庄户人家看不上我，就连傻子都不要。嘉欣，阿花是谁？那她愿意嫁给你吗？她就是阿花啊，她当然愿意了，每天都陪着我，晚上还跟我一起睡。她从出生开始都是我在照顾她，她喜欢我，我喜欢她，我不能辜负了她。艾玛，她跟一只狗两情相悦，这妥妥自己精神病幻想的吧？这傻子不正常，确实是一桩好姻缘。哈哈，那啥，姐姐衣服还在院子里晾着，我回家收衣服去，你自己跟阿花先玩去吧。姐姐你别走，留下陪我一起玩。痛痛痛，你给我松开！他的力道很大，痛得于穗欢直皱眉。我想姐姐你陪我玩，不许走，不能躲开。婆婆从腰间摸出一把锋利的小刀，用这个把脸划开，就会有好喝的流出来。姐姐我要喝。于穗欢顿时吓得脸色惨白。有病吧你！你给我松开！老子真是瞎了狗眼，当初居然会可怜你一个傻子被欺负。眼看着那短刀就要扎到他的胳膊上，一道身影出现，抓住那握着短刀的手腕，又一个回旋踢，直接把人踹飞好几米远。你怎么在这里？我要不在这里，怎么能欣赏到这么好一场戏？上赶着找傻子要嫁，可结果傻子都不要。傻子也比杀人犯好。你眼中的傻子可不是个单纯的傻子，他外表看起来只11、12岁这样，其实今年已经20出头。他有疯病，时常发疯，不但虐杀家畜，还伤人。在他家里做工的姑娘被他伤了脸，弄折胳膊腿的就有不少，都是他爹陈的主给了钱打发。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我们村狗子的妹妹前个月才去陈地主家做工，不过1个月，送回来的时候一张脸画的不像样，也只是赔了10两银子。那姑娘这辈子也别想嫁个好人家啊！于穗欢看他面色认真，就知道不是编瞎话哄他，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好。那天晚上我没杀人，只是为了给狗子妹妹出气吓唬陈地主。那麻袋里装的不过都是他儿子虐杀的家畜，我偷拿过来吓一吓他罢了。今天谢谢你，我有事就先走了。我为了救你，这血流了一地，人都快流死了，你也不关心一下，未免太忘恩负义了吧？于穗欢看着那涌动滴落的鲜红血液，瞳孔放大，眼前一黑，整个人变没了知觉。李成锦眼疾手快，把整个人拦腰抱起，快速朝着春杏家走去。二叔，陈红，快找个大夫过来。程姐，你不是出去让驴吃草了？这怎么还抱个姑娘回来了？欢欢，这是怎么了？没什么大事，就是晕血了。没想到啊，没想到我堂堂一个学医的，穿越的这个身子居然晕血，不用去请大夫，我已经好多了。程姐啊，救人是好事，可你抱着人家姑娘一路上大摇大摆走来，这人家姑娘的名声可怎么办？以后还怎么嫁人？俗话说得好，救命之恩，以身相许。我救了她，她嫁给我，这不正好？又是一段佳话。说什么混话呢？你愿意也得人家姑娘愿意不是？说到这里，众人都把眼神望向于穗欢。这压力怎么给到我这里了？不就是抱了一下，我不怕吃亏啊，不至于搭上一辈子吧？其实我不是很在意。就算你不在意聘礼，这个钱不能少，你心悦于我，我要光明正大娶你进门。欢欢，你要是敢拒绝的话，我不介意我们2个一起进猪笼。听听，这说的都是什么威胁人的话？你们看，山脚下村西头那里着火了，好大的烟！这不是我家的方向吗？没等别人反应过来，他已经率先跑出院子。于穗欢跑得累成狗，可还是晚了一步。3间破茅草屋已经烧成一片废墟，房子没了，不会财神爷也没了吧？乌鸦哥，我的乌鸦哥，我的财神爷啊，你可不能有事啊！现在哭有没用，来晚了。这破房子烧得干，烧得净，烧得一点都没剩。乌鸦哥，你没事啊？真是太好了，不是你还挺乐呵。房子没了，锅碗瓢盆全都没了，以后别说吃肉，芝士都赶不上热乎的。你还好意思埋怨我？我看到有个人鬼鬼祟祟的过来，试着驱赶他好几次，还差点被他用石头砸伤。你一天天的不在家看着，哥已经尽力了。这破房子比你爹岁数多大？不要也罢，过阵子天冷了还是不能住人。只要你答应嫁给我，我们可以立下契约，只做表面夫妻，我养你，在你不同意之前，我就不会碰你分毫。你为什么非要娶我？我要说是一见钟情，你大概也不会相信。你在这里的日子不会太平，时时刻刻都会有人想要害你。为了表示诚意，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我的秘密，作为交换，你也必须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有人想要害我？你先告诉我你的秘密，我看看值不值得跟你做交易。那跟我走。你要带我去哪里？给你看我的秘密。放心，我这个人最重诺言，既然说了就会做得到。于穗欢被拉着一路往前走，心里七上八下，可直觉告诉他，厉成锦不会害他。他向来3观跟着5官走，多多少少有点恋爱脑倾向。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这家伙可是杀人犯，你傻乎乎跟着别人就走，就不怕到了山里他把你也埋歪脖子树下？旁边有人，他也不能同乌鸦哥说话，只能给了他一个放心没问题的眼神。你站在这里等我，我点燃火把你再进来。趁着现在他不在，还不赶紧跑？猪都比你聪明。乌鸦哥别生气嘛，你看他现在已经不杀人了，
前2天还救了我，这一路走来不也没对我动手？我看你脑子是被猪啃了。欢欢进来吧，这里就有我要跟你分享的秘密。怕什么？我想对你动手，随时随地那里都可以，犯不着费这么大的功夫。谁害怕了？山洞里面有瘴气，不通风的话进去会死人的。我只是不想白白进去送死。没想到欢欢你知道的还挺多。山洞里有瘴气的话，火把是燃不起来的。这2个火把烧得这么旺，就证明里面没事。玉碎环扶着他的手慢慢走进山洞，一人拿着一个火把。当他看清楚里面的景象，给神震撼到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粮食藏在这里？这是那天遇到你的晚上，我跟踪陈地主偶然才发现的。至于他为什么要在这里葬这么多粮食，我也不知道。只要你答应嫁给我，这些就是我给你的聘礼。刚才看你在逗那傻子的时候，凭空变出了樱桃，你是否也可以把这些粮食都带走，然后什么时候想要的时候再取出来？你都看到了，这些粮食可是一大笔财富，我肯分享给你，说明我信任你。既然说要你嫁给我，我自然对你是毫无保留的。欢欢，2个人合作最重要的就是信任。我可以把东西都收了，什么时候想用再取出来。这宝贝跟我的人是融为一体的，你抢也抢不走。如果我死了，这东西就会消失。我先郑重的告诉你，你可别对我打什么不该有的主意。欢欢，你这样想我，我还真是伤心呢。我们以后可是夫妻，我只会拼尽全力护你周全，又怎么会忍心伤害你？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玉碎欢嘟囔了2句，转过身看着那一排排的粮食，他的手只要轻轻碰在麻袋上，一念一动，一整排的粮食就被收到了空间里。尽管一开始已经猜到了这个结果，亲眼看到李成锦，内心还是掀起了惊涛骇浪，久久不能平静。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见他，那时候他不过100天，白白嫩嫩的看着就喜人得很。娘还笑着说，欢欢以后就是我的媳妇儿，让我一定要对她好。我也郑重的承诺一定会对欢欢好一辈子。后来家中惨遭巨变，还以为这辈子是没有机会娶她当妻子，没想到缘分总是这么奇妙。我这可是把自己最大的秘密都交给了你，所有身家也给了你。欢欢，你身怀异能的这个事情，除了你我，绝对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否则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千万要记住了。要不是看在有这么多粮食的份上，我打死也不会在你面前承认有空间的。赶紧走吧，李家的人说不定正在到处找我们呢。有些人就是恋爱脑，一点子东西就能收买。看见那些个好看俊俏的男人，纯3观跟着5官走，没有一点脑子，那种人活该挖一辈子野菜。这乌鸦哥是不是跟我一样，真的是穿越过来的？不然怎么会那么多新鲜词儿？欢欢，春信，我们在这里呢。欢欢，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房子被烧想不开，烧了正好，到时候我让我家3个哥哥再帮你弄一个比你原来房子更结实更大的茅草房子。不用了。欢欢已经答应嫁给我，修了房子也是没用。明天我就带聘礼娶她过门，今晚还要麻烦你们家收留她1晚。昨天不还说不愿意？变动转变的这么快吗？这难道就是救命之恩的力量？你直接说出来，好像跟我上赶着嫁给你一样，显得我很不矜持。聘礼你都收了，怎么还想反悔不成？要么嫁给我，要么进猪笼，选一个。次日，于穗环带着她唯一的嫁妆乌鸦哥出嫁，就这样上了李成锦的驴车。虽然没有热闹的婚礼，但不能没有聘礼，这些都是今天早上我在镇子上给你买的，全都是新款式。这银的你先带着，等以后有钱了我给你买金的，还有镶嵌宝石的。给我的。你是我媳妇儿，不是给你的，还能是给谁的？这里面有6两银子，2两是我娘给的聘礼，那4两是我今早卖猎物得来的，都给你放着，以后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要委屈了自己。没有了银子我再去挣。我的个乖乖，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李成锦吗？威胁我不嫁给他就一起去进猪笼的那个李成锦，怎么好像换了一个人？又是买首饰，又是给银子，还画大饼。哎呦我的妈！爹娘，这就是您的3儿媳于穗环。耶，哈哈哈，快来坐。随着李成锦的介绍，于穗环都一一见了礼。于穗环把现在的李家当成了一个公司，他就是新入职的小员工。厉州市显然是总经理那个角色，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需要他操心，人也归他管。而大嫂、二嫂就相当于是老员工。三弟媳太客气了，大家都是一家人，互相帮助那是应该的，有什么事只管跟大嫂说。都是一家人，三弟媳以后有什么用得上二嫂的地方，你也别跟我客气。乌鸦哥，给您送来点宵夜，您尝尝合不合胃口？算你这死丫头有良心，不枉费我跟了你一路。那必须的，我这人啥都没有，就有良心，就算我没吃的，都不能饿着您。欢欢，你是在跟那只黑鸟说话吗？瞎说什么？什么黑鸟？这只鸟可不是一般的鸟，是我的财神爷，跟我相依为命，同生共死。你以后对他客气点。次日，两人带着乌鸦哥推着车子给李成锦的师傅送东西。欢欢，你要是嫌累的话，就坐在车上，我拉着你走。这一点子路怎么能累到我？赶紧走吧。你是不是傻？有人推你还非得自己用脚走，什么毛病？怎么心疼男人啊？我告诉你，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给男人花钱倒霉3辈子。恋爱脑不能要，不然一辈子让你挖野菜。大哥，我们只是合作关系，干嘛占人家这个便宜？不然他还以为我是对他有意思呢。你这没穿越之前是不是被公乌鸦给伤害过？这观念咋感觉这么不正呢？于穗环是通过内心跟乌鸦哥交流的，这是他昨天才发现的新技能，居然可以用意识交流。放屁，老子就是公的，就算是被伤也是被母的伤，怎么可能被公的给伤着呢？
哟，别急嘛，我这个人又不歧视同性恋，不管是人还是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都说异性是为了繁殖后代，同性才是真爱，我理解。你理解个巴巴！就你这个智商，怪不得穿越过来只能种田。这要是宫斗宅斗那种，你肯定活不过第1集。喂，乌鸦哥，你这就过分了吧？怎么还能带人身攻击呢？于翠欢很不服气，我这智商怎么了？就算是宫斗宅斗，我肯定也能笑到最后。当我那么多的宫斗剧都是白看的吗？想来师傅应该是进山打猎去了。欢欢，你在这等一会儿，我把面给师傅送进去，我们2个再进山。走吧，我们先去进山打野鸡。他主动牵起于翠欢的手，大步朝前走去。这家伙居然占我便宜，你放开我，我自己会走。我拉着你是为了你的安全，这里面蛇多，比人还长，你不怕啊？于翠欢听到蛇，直接眼睛冒光。我怕个锤子，我怕清蒸红烧不够吃的，最好多来几条大的，咱家人多。难道是我打开方式不对？乌鸦哥，您给看看，找一找这附近有没有什么野果子树，我想采一些野果回去。吃什么野果子？有肉吃不香吗？你告诉你们家男人那边还有那几棵树上都有野鸡，这吃肉和吃野果也不冲突呀，荤素搭配，营养均衡。顺着这里往前走，没多远就有一棵野桃子树。于翠欢顺着乌鸦哥指的方向走过去，果然发现一棵不小的野桃树，上面的野樱桃已经有成熟的，散发着诱人的果实香味。等于翠欢摘完了覆盆子，李承坚也提着3只野鸡从陡坡上走了下来。时间不早了，我们也赶紧回去吧。好，走吧。于翠欢把所有东西一股脑都放进了空间，路上又看到了许多新鲜蘑菇。你怎么确定我们摘的这些蘑菇是没毒的呢？这些蘑菇每家每户都会摘来吃，这么多年了肯定都没毒，那些颜色鲜艳的才有毒。你是不是傻？这种事情不知道问我乌鸦哥吗？乌鸦哥有点生气，2个人一路上有说有笑，好不开心。这死丫头简直把他完完全全忘在了脑后。乌鸦哥，你不光会寻宝，居然还能鉴定蘑菇啊！我们靠气味辨别，当然知道。乌鸦哥，那以后我带着你就可以放心采蘑菇了，哈哈。蘑菇晒干了以后可以存起来冬天吃，这样就不用天天吃萝卜白菜了。乌鸦哥白了于翠欢一眼，表情相当无语。就说你只能种田吧，采个破蘑菇都能高兴成这样。哼！于翠欢决定今晚她做饭，这几天实在是吃的难受。3弟媳，饭我来做就好，你上山跑了1天，肯定累了。没事，二嫂，我不累，今晚我来做饭，给你们做个好吃的。那我帮你洗菜。一旁烧火的李承锦对自家娘子的厨艺那也是刮目相看。3弟媳，你这野鸡怎么炖的颜色这么好看，还香？我们平时炖出来都是白的。这也太好吃了吧！松松软软的饼子裹了油汪汪的汤汁，简直是香的都能把舌头吞掉。李老大自认为是见过大世面的，也被这个野鸡炖蘑菇给征服了。他这辈子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咱们家干脆开个饭馆子吧，就3弟媳做的这些个菜，谁吃了不得夸一声好吃？镇上大酒楼做的都不如3弟媳做的香。太好吃了！这要是天天都能吃这么好吃的饭菜，那咱们家岂不是比地主老爷过得还要好？你想的倒是美，先不说家里哪能天天吃鸡肉，就说这饭是你3弟媳做的，总不能让她自己天天做饭吧？既然大家都喜欢吃我做的饭菜，天天做也不是不行，只是我早上起不来，早饭肯定不行，午饭和晚饭我都可以做。我同意。李承锦第一个响应自家娘子，今天吃了欢欢做的饭，才知道以前吃的那都是什么东西呀。我也同意，以后天热了，做饭最是辛苦，3弟媳除了做饭，其他的活儿就由我们来干。他说的这话也正是于翠欢心里想的，他除了做饭，真的是啥活儿都不想干。我也同意，2弟媳说的对，夏天做饭最是辛苦，以后3弟媳只管做午饭和晚饭，洗菜、喂鸡、喂鸭、喂猪、洗衣服，这些活儿通通都由我们来做。于翠欢对于这个家的第一次洗脑算圆满成功。乌鸦哥的你咋了？咋还秃头了？生病了还是中暑了？这天才刚刚开始热，中什么暑气？你什么时候见过鸟会中暑的？那你身上怎么掉了这么多毛？这是更年期提前还是脱发？不是，那个脱毛。我这不是担心你吗？掉在你身，痛在我心。会不会说话？说谁更年期呢？我这年轻力壮，刚进入青春期，还是少年呢？你什么眼神？掉毛是因为我跟别的鸟打架了？妈的，他个小瘪三，居然敢跟我叫板，也不打听打听。我乌鸦哥活了几千年了，怕过水？别看他个头大，我要发起狠来，自己都怕，他能是我的对手？听到乌鸦哥的话，于翠欢惊得差点掉下巴。感情周货最近2天早出晚归，连个鸟影都不见，原来是跟别人打架去了。乖乖的，活了几千年的老乌鸦，这脑子也没见得多聪明。你这打架总得有个由头吧？这不昨天去山上闲逛，看到一个漂亮的红嘴乌鸦姑娘，长得那叫一个好看，乌黑的眼睛，油光锃亮的羽毛，特别是那个红红的嘴巴，妖娆又性感。于是我就上前搭讪，跟红嘴乌鸦姑娘聊了一下午的诗词歌赋、人生理想，我们2个相谈甚欢。
于是我决定晚上带他一起看星星、看月亮，然后再近距离研究一下各自的身体构造。谁知道这个时候突然飞过来一只金嘴大头鸟，二话不说上来就薅我脖子上的毛。你不知道当时那个情况，幸亏我反应快，要是慢一点的，脖子上的毛都要给他薅秃了。你说的这个红嘴乌鸦姑娘是不是人家已经有对象了？薅你毛那大头鸟就是人家对象，再说不定可能都是老公。你这横插一杠子调戏人家老婆，人家能不薅你毛？我估摸着幸亏你跑得快，你要是跑得慢一点，鸟腿都得给你打缺了。你笑个毛啊笑！那金嘴大头鸟也真是太小气了，他的配偶又不是就那么一只，那么多只分我一只怎么了？岁数那么大了，还娶那么多老婆，可怜红嘴乌鸦姑娘，那么年轻漂亮，就要守活寡。我就是想要尽自己的一份力，给她一点温暖，给完温暖我再还给她不就行了？天，你可拉倒吧！勾引别人老婆还能说得这么清新脱俗？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约的好不好？昨天我在山谷里见到一个金光闪闪的戒指，上面还带了一个红宝石，我感觉跟红嘴乌鸦姑娘还挺配的，于是就送给她了。谁知道居然是个有夫之妇，白白浪费了我的金戒指。是啊，你居然把捡到的金戒指送给了别的鸟，还被别人打了一顿，你是不是被别的鸟给骗了？就这你还天天说我是恋爱脑，你这种的就应该去挖2辈子野菜。于子欢气的简直要捶胸口，这家伙找了金戒指，居然屁颠的送给别的鸟不说，还被人打了一顿，真是妥妥的大冤种，赔了夫人又折兵。乌鸦哥可能也是有点不好意思，埋下头去吃杏子。不过我知道他们的巢穴在哪里，要不明天咱们一起上山，把金戒指要回来。乌鸦哥也有点后悔了，给了于翠欢还能换点肉汁，现在啥也捞不着。呀，明天咱们2个就去上山，把属于我们的金戒指夺回来。第二天吃过饭，于翠欢就背着背篓准备出门。你别自己上山，太危险，过2天我陪你一起去。我不上山，就是去竹林采点竹笋，晚上做菜。实际上就是带着乌鸦哥去找厂子报仇。金嘴大头鸟，你个小瘪三，给老子赶紧滚出来！你爷爷我来了！他扯着嗓子在那喊了好久，也没有一只乌鸦过来，倒是有几个看热闹的其他鸟飞了过来，落在不远处。有种的赶紧给我出来，别当缩头乌龟！爷爷我今天就是来找事的，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把这儿的鸟窝全都给掀了！别躲起来不吱声，我就知道你在，赶紧给我滚出来！乌鸦哥牛逼红火，在树枝上连蹦带跳那样子，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嚣张跋扈。于最欢的最终目的还是金戒指，于是让乌鸦哥赶紧挨个鸟窝都看一遍，一人一鸟跟鬼子进村一样，挨个鸟窝看。最后在一棵特别大的参天大树上看到一个跟小房子那么大的鸟窝。我的个乖乖，这鸟窝比我以前那个茅草房子都要大，这得多大一只鸟？还没等于最欢感叹完，突然一声极其嘹亮的鸟叫声传来，一人一鸟不由得抬头往上看，只见一只浑身长满黑色羽毛的大鸟，双翅展开，遮天蔽日飞了过来。本来还气焰嚣张的一人一鸟，此刻努力降低着存在感，恨不得地上有个缝，可以让他们2个直接钻进去隐身。乌鸦哥，你不是说是一只比你大不了多少的鸟吗？你看看，仔细的看看，这是比你大不了多少吗？这是比我大不了多少吧？咱们2个过来就是为了给人家当外卖送餐的吗？我这个体格塞牙缝都不够，只能当开胃菜，你算正餐。乌鸦哥此时也没了刚才嚣张的气焰。你这个时候说这个还有什么意义？我不是这一只啊，我记得明明就是这里呀。乌鸦哥站在大鸟窝边摇摇欲坠，还得踩他了一块。大鸟看他们的目光更明媚了，隐隐带着杀气。你能不能先把你那只破脚从人家的鸟窝里拿出来？这货当着人家的面踩坏人家的窝，脑子里装的都是屎吗？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真是该死！大鸟2只翅膀展开就要朝着于最欢扑过来，他吓得大叫一声，飞快躲在了一棵大树后面，手脚并用的往树上爬。我说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它是鸟本来就会飞，你还爬树干什么？在地上跑你还能有点优势，这要是上了树，是方便人家用餐吗？你说的好像挺对。乌鸦哥看着姿势怪异，挂在树上的人也是觉得无语。我怎么就跟这么一个蠢姑娘一起穿越了呢？造孽呀！我这只不过是遇到危险的下意识反应罢了，大惊小怪做什么？于最欢觉得现在爬下去的话挺没有面子的，于是就这么抱着树干子看向那只怒气冲冲的大鸟。那个鸟大哥，你先别激动，您刚才说愚蠢的人类都该死，这话说得很对，没毛病，我也是非常的赞同。可是我不是人呀，我以前也是一只鸟，后来机缘巧合下吃了一颗仙丹就变成人了。2条腿夹着树，2只手还模仿着鸟飞的动，有点滑稽，又有点可笑。乌鸦哥，你倒是说句话呀！你告诉他，咱们都是鸟，都是同类，不能自相残杀。乌鸦哥都被于翠欢的无耻惊讶到了。我的个乖乖，你可真是能瞎掰扯，死人都能让你给说活了，我强刀不服就服你。显然也被他说的话给震惊到了，一双金色的大眼睛里透着迷茫之色。你居然能听懂本王说话，本王也能听懂你说话，怪哉，真是怪事！你说的可是真的，误食了仙丹才变成人的。于翠欢听到大鸟说的话，赶紧伸出了4个手指。我敢对天发誓，说的全都是真的，
如果有一句假话，就让我再也不能变回真身，永生永世都是人。不瞒您说，我一看到您就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我当时年纪小不懂事，吃了仙丹以后变成人，就稀里糊涂被人类给捡回了家。只隐约记得我父亲跟您长得特别像，一样黑黑亮亮的毛发，一样金色的眼睛，身高、体型都差不多一模一样。总之一句话，哪里都像。你有没有兄弟姐妹跟你长得特别像的？说不定那就是我的亲爹，要不然我咋会看见您就有一种看人亲人的感觉。大鸟听了于穗欢的话，倒是认真的思考了起来。本王的兄弟姐妹倒是不少，只是这么多年来死伤无数，失踪的失踪，到现在也只剩本王孤身一人，不知道他们都去了哪里。这些都不重要，我既然能听懂您说话，您也能听懂我说话，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之间必定有血缘关系，那绝对是血浓于水的至亲啊！不飘零半生，只恨未逢至亲，公若不弃，不愿拜为义父，甘愿在上，请受孩儿一拜。乌鸦哥被他这骚操作惊讶的差点从树上掉下来。小刀拉屁股，真是开了眼了，我总算知道什么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种族的鸿沟算什么？就算是一只鸟，也能当干爹。大鸟也是被忽悠的一愣一愣的，想他孤身一秒，漂泊半生百年有余，没想到还有这等血脉至亲存活于世间。我儿不必多礼，快请起。你说的对，我们可以听懂彼此说话，自然是至亲，血溶于水。好孩子，以后你就是我金嘴大王唯一的孩子，以后这太白山内所有飞鸟皆听命于你，唯你令是从，你就是他们新的下一代的王。于穗欢长舒了一口气，这才敢放松警惕。吓死宝宝了，幸亏我头脑反应快，聪明机智，本以为今天小命休矣，没想到居然还有这般造化，忽悠了一只大鸟，混了一个2把手当鸟王，哈哈，我可真是个天才。我儿以后在人世间可要万般小心，人类简直是太可恶了，阴险又狡诈，趁着我进食居然想要射杀于我，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都丢进了山洞，等他们都饿死，让他们统统给我当口粮。我儿，如果让他们知道你吃了仙丹以后可以化形，必然会对你不利，这件事可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人类都是狡猾又自私，以免你有性命之忧。听到金嘴大王的话，他居然还有一点点的小感动。天下间不管是人还是鸟，对孩子的爱都是无私的。义父放心，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绝对不会再被任何人知道。于穗欢这会才发现这个金嘴大王受了伤，脖子上被扎了一刀，鲜血浸湿了羽毛。义父你怎么受伤了？是那些人伤了你吗？哎呦，流了这么多血，心疼死我了。义父你疼不疼？我帮你看看伤口。做戏就要做全套的。再说了，救了这只大鸟是利大于弊，有了这只大鸟罩着，以后在山中行走，岂不是多了一份安全保障？我儿不必担心，一点小伤没事的，我休养几天也就好了。义父你等着，我去找些草药来给你敷一下伤口，受伤可大可小，不能不在乎，孩儿会心疼的。于穗欢忙跑到一旁的路边，刚才他在路边看到了一些三七，这玩意儿有止血的功效，薅了一大把三七放在石头上，稍微加了一些灵泉水，用石头砸碎，用手捧着小心翼翼的来到大鸟跟前。义父，这草药可以止血解毒，消肿解痛，我帮你敷上去会好得更快一些，以后你可千万要小心，不要让那些狡猾的人类伤到你，让孩儿担心你的安危。我们才刚刚相认，我以后还要好好的孝敬义父，陪你享受天伦之乐，您可千万要保重身体，不然孩儿会伤心的。于穗欢那精湛的演技自然是完完全全拿捏大鸟，好感度瞬间拉满。我儿不必太过担心，这山中能伤本王的没几个。义父，伤害你的那些人都是什么人？是山中的猎户吗？不是这山中的猎户，他们守规矩的很，从来不对主动招惹本王，是2个尖嘴猴腮的家伙，我从未在山中见过他们，他们身上带有刀剑暗器，看起来不像好人。大王，小的给您抓了一只野兔过来，特意孝敬您的。一只野兔还不够塞牙缝呢，快去通知他们，多抓一些野鸡、野鸭、野羊过来。本王今天天降大喜，有幸能与我儿相认，以后你们可要认准了，他就是你们的少主。是大王，小的记住了。二毛参见少主。胡言二毛也是有些疑惑，想不明白，这不是人类吗？咋可能是金嘴大王的孩子？难道人和鸟也可以生蛋了？不是蛋，这明显是个人，好像智商有点不够用。算了，不讲了，谁当新的大王都一样。秃鹰二毛走后，陆续又有许多大小不一的鸟送来了各种野鸡、野鸭、野兔子、野山羊，都是孝敬金嘴大王的。这些都是现抓过来的，有的还是活的新鲜，我儿先挑，你喜欢吃什么就拿什么。他眼前一亮，居然还有这种好事。还是义父先吃吧。人类虽然阴险狡诈的多，但是也有好人，他们讲究礼义廉孝，就是要尊敬长辈，对长辈要有孝心，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都要先让长辈享用。看来这人类也是友好的，把你教养得很不错，我儿不必客气，你先挑你喜欢吃的，我吃什么都行，
知道你有这个孝心就够了。义父对孩儿真好，那孩儿就先挑了。义父，孩儿挑这些就够了。自从变成人以后就要吃熟的，我等回去把这些煮熟了再吃，您慢慢吃。我要回去了，改天再过来看您。于翠花已经把来找金戒指这件事抛在了脑后，白白得了一只小野山羊，2只野兔子，2只野鸡，已经算得上是大丰收了。我刚才在你义父的窝里看到了好多金光闪闪带着宝石的东西，那成串的珍珠项链上面的珍珠有你眼珠子那么大，反正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一听到这个，背着一杯蝼野乌正准备走的人突然又停下了脚步。你说的可都是真的？就咱们2个的这种关系，我还能骗你不成？我要是说谎话，就让我打一辈子光棍。于翠欢不带一丝犹豫地放下装着野物的背篓，转身走到金嘴大王的跟前。义父，我刚才想了想，现在还是不能走，你受伤了，我得留下来照看你。我先过去把你的窝整理一下，等会儿你睡觉也能舒服一点。他一边说一边动作麻利的爬树，别看树高，也阻挡不了他爬树的决心。我的个乖乖！里面的豪华程度把于翠欢震惊到了，巨大的窝底铺了一层金光闪闪的珠宝、项链、头饰等等，他恨不得把金嘴大王的鸟巢都给他搬走。婉儿不用辛苦了，这窝自然有别的鸟会来整理。他们干那是他们的，我来整理那是我孝敬义父的，那怎么能一样呢？说完，他又把目光转向站在肩膀上的乌鸦哥。要什么金手镯，要什么金项链，你怎么能这么不懂事呢？义父的东西不就是我的东西，我用得着跟他老人家要吗？再说了，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我带了又能怎么样？不带又能怎么样？虽然别人都有我没有，但是我不在乎。你快别说话了。我什么时候说要金手镯了？什么时候说要金项链了？金戒指、金步摇也不行，这才刚刚跟义父相认，我就要东西，那我成什么人了？你别说了，我是不可能要义父给我东西的，我没有的东西我可以自己慢慢攒银子买。你清高，你了不起，小品那些套路算是让你玩明白了，算你狠。婉儿怎么能跟义父分那么清楚？这些东西不过是我平时闲来当挂件布置窝用的，看着还不错，捡回来的本就是消遣用的东西。既然婉儿没有，那就拿去带。我看那些人类平时都会带很多，婉儿一件都没有，确实该多带一些。金嘴大王一点都不小气，随手抓了一把珍珠项链、金项链、银项链什么的就挂在了于翠欢的头上。这些都是送给婉儿的。于翠欢心里高兴的都快要起飞了，却还是要装出一脸为难的样子。义父，这些我都不能要，我怎么能要您的东西呢？可是我不要又辜负了义父您对我的一片心意，您肯定会伤心，我又怎么忍心看您难过？义父，我一定会把这些都带在身上，看见这些就能想到义父，时时刻刻记得您对我的疼爱。这些东西放在这里也是碍事，还没这稻草睡着舒服呢，婉儿带着就好。谢谢义父，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那什么，这天色不早，我也该回去了。该拿到的也拿到了，是时候该回去了。婉儿回去吧，小心些。等走到金嘴大王看不到的地方，于翠欢随手就把所有东西放进了空间。乌鸦哥一路上都用一种极其幽怨的眼神看着于翠欢。我怎么没发现你个死丫头，居然是个老六！好心告诉你窝里有金银首饰，你居然拿我当工具人，当纯大冤种！乌鸦哥哥不要生气嘛，你看你先把格局打开，虽然你背了一个非常小的锅，可是咱们得到的东西却是实打实的。等我把这些东西卖了换钱，我就给你建造一个又大又豪华的房子，带花园那种，再给你找上好几个比红嘴乌鸦还漂亮的乌鸦姑娘，天天陪着你。咱们有钱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对不对？哈，是你说的这样吗？我怎么感觉你又忽悠我呢？咱们做人不是，咱们做脑可是要讲良心的。是不是因为你被骗了、被欺负了，我舍生忘死的跟着你过来找场子的？我为了你这个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上刀山下火海，眉头都不皱一下。遇到大鸟是不是因为我急中生智，才换得我们2个的一线生机？然后又凭借我的聪明才智，想为你争取一个好的生活条件，到头来你却这样说我，你有没有想过我心里是个什么感受？哼！乌鸦哥被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说得一愣一愣的。可那些首饰你又怎么说？明明是你想要。我要那些首饰都是为了谁？能都是因为我吗？不都是为了咱们能过上好日子吗？我说过有我一口喝的就有你一口吃的。说到底我还不是怕你辛苦出去找那些宝物被其他鸟欺负，心疼你所以才这么做。乌鸦哥突然间感觉自己有那么一点点的感动，是怎么回事？可是这死丫头向来满嘴跑火车，这话也不知道有几分的可信度。你从金嘴大王那里忽悠来的那些东西都卖了，岂不是立马就有钱当地主了？这发家致富也太快了吧！那些种田文的女主不都是一步一步靠着自己的辛勤劳动，然后慢慢发家致富吗？你这一步登天岂不是没有了过程？过程重要吗？结果才重要。一步一步慢慢的发家致富，岂不是太慢了？有一步到位，谁还去累死累活的？一想到能拥有大把的银子，他就高兴的合不拢嘴。救命啊！救命啊！有没有人啊？谁来救救我们？乌鸦哥，你听是不是有人在喊救命？确实是有人喊，好像是从那底山坡上出来的。是你们在喊救命吗？
是我们在喊救命，小姑娘，你快想想办法救我们出去，到时候必定有重谢。什么重谢？是要给我银子吗？有银子，我们身上不光有10两银子，还有50两的银票。只要小姑娘你肯救我们上去，这些都是你的，都给你。于翠欢透过杂草缝隙向下看去，只见二人长得都是尖嘴猴腮，面色不善，一看就像是会反咬一口的主儿。银票是什么样子的？10两银子长什么样？你先拿出来我看看，我再考虑是否把你们2个救上来。小姑娘，你看这50两银票和10两银子就放在这里，你快想办法救我们上去吧。我们都是好人，被一只巨型的大怪鸟给扔下来的。你们2个等着我，让我朋友下去看看银票是否是真的。真的话，我就把绳子放下去拉你们上来。他对着乌鸦哥使了一个眼色，乌鸦哥立马明白，便飞了下去。下面的2个人本想提醒小姑娘不要让他朋友下来，却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居然有的人的朋友是一只乌鸦。小姑娘，银票和银子你也拿到了，快放下绳子救我们出去吧。别着急，你们先等一等，我的绳子不够长，我想办法弄些藤蔓放下去。我跟你说，这2个不像是好人。当初你被那2个婆子用马车送回茅草屋的时候，这2个人就骑着马鬼祟祟的跟在后面。乌鸦哥，你确定这2个人就是当初一起送我回来的人？那就是说他们是于家的人，这一次过来说不定就是想对我不利。路过山里正好得罪金嘴大王才被扔进去，那我还救他们做什么？不得他们赶紧死了才好。于嘴欢松开拉着藤蔓的手，那还费什么事？回家走就得了。就这样，任凭那2个人怎么呼喊，他走的那是头也不回。你哪里来那么多猎物啊？刚才这2只野鸡、野兔和野山羊疯一样的朝着那边那棵大树撞上去，结果你猜怎么样？都撞死了。我这不是捡了个大便宜？你看，正好咱们今晚有肉吃了。于嘴欢说谎话都不带打草稿的，你脑子被驴蹄了。1只撞树还说得过去，5只都是撞树而死，这不是扯呢？我这些连着撞树而死，欢，你这是在逗我玩呢？爱信不信，你管他们都是怎么死的，晚上能有肉吃就行。见他不肯说实话，李承锦也不追问。回去如果娘他们问起来，你就说是我猎到的，比你那个撞树死的还要可信一点。娘，我回来了。于嘴欢正在厨房忙着做饭，顾文听到外面有人喊娘。大王，你们不记得我了吗？我是姑姑呀。大王，你在同谁说话？三婶，这是我娇娇姑姑。你就是我三哥的媳妇儿吧？三嫂，我是李娇娇。娇娇，娘，亲家，我们携家带口同娇娇一同过来探望您，您可别嫌弃麻烦。亲家说的这是哪里的话？你们能一同过来，我这高兴还来不及呢。都快进屋坐。三弟媳，我跟你说，咱这小姑子的婆家人可不是个好相与的。小姑子出嫁以后，一家人就搬去了府城，2年来小姑子一次都没回来过，连封信也没有。她那个婆婆看着就厉害，肯定是她不想让儿媳妇走娘家。陶桂花瞟了一眼堂屋那边，又继续说道：你看这次除了小姑子她公爹没来，一家人连带着她的小姑子都来了，我觉得指定是有什么事儿。还能有什么事？不就是想的那样？听说府城现在万城一锅粥，那各种各样的税收多到离谱，一家子都来咱们家，肯定是想长期在这儿住，不然也不会大包小包的一家子全都过来。那这就可笑，他们在府城活不下去，不能回自己老家吗？都跑到儿媳妇的娘家一起打秋风，这叫个什么事？咱们现在在这里说什么都没用，走一步看一步。人家今天刚来，总不能摆脸色。如果他们真是来打秋风占便宜的，咱们家也不是冤大头。说得对，当咱们家是冤大头瞎了他的眼。亲家，我们这次拖家带口上门来也是走投无路，想要过来打扰一阵子。亲家，可是发生了什么事？自从年前文杰他爹的疾病走了以后，家里的日子就一日不如一日。文杰要念书花销大，府城的各项开销又贵得很。娇娇嫁进我们郑家2年一直未曾有身孕，我们在府城也是费尽心思找了各处的名医前去看病，银子花了不少。可每个大夫都说娇娇身子有隐疾，这辈子恐难有子嗣。纵使这样，文杰还是对娇娇一片真心，不离不弃。现在家里再也没有银子支撑看病，我们一家子这才过来投奔亲家。自己的隐私就这样被婆婆大咧咧的说出来，李娇娇一时间脸色也红得难看，低下头默不作声。亲家，娇娇还年轻，这孩子嘛以后总是有的，你们就且先放心的在这里住下。李周芷心里再不高兴，为了自己女儿也只能先忍着。娇娇，你婆婆说的可是真的？你们成婚2年，看了许多大夫都说你不能生吗？娘，我婆婆确实带我在府城看过2、3的大夫，这1年多来河刀就没停过，可就是怀不上孩子。李周芷听到这话犹如五雷轰顶，这一个女人要是不能生孩子，这辈子可怎么办呀？娘的娇娇可真是命苦，别想那么多，你还年轻，既然回了家就多养养身子，说不定就能怀上了。娇娇，你怎么洗这么多衣服？我婆婆和小姑子的衣服我也拿过来顺便一起给洗了。你这性子怎么就变成了这样？他们是不是合起伙来欺负你了？你以前那性子多泼辣，跟咱娘不说10成10，至少也像了7、8分。你看看现在，都快窝囊死了。退一万步说，就算是2年没生孩子又咋了？不能生孩子，也不可能就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呀，说不定是你家男人的问题。大嫂，你说什么呢？生孩子不都是女人生吗？男人又不会生孩子，这和男人有什么关系？怎么就没关系了？那宫里的太监也是男人，
他们还不能生孩子呢。听到大嫂的话，李娇娇一脸懵逼神色，这一幕落在于穗欢的眼中。这小姑子嫁人2年多了，怎么还这么单纯，一副不谙世事小姑娘的模样？想到这里，于穗欢突然好像是想到了什么。娇娇，你婆婆说你不会生孩子，你们在府城看了很多大夫吗？有3个吧，可是我婆婆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我拿回来一些啊，都治了1年多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以前跟着一个擅长妇科的婆子学过一些医理，也会诊脉。你要是相信的话，我给你把脉看看可成。三人都是一脸不可置信的看向于穗欢。三嫂，你还会看病呢？那你快给我看看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脉象沉稳有力，显示是身体非常健康的征兆，根本不像是不会生的样子啊。三弟媳怎么样？娇娇的身子到底有什么毛病？脉象很正常啊，没有什么毛病。以后你婆婆再给你喝那些个什么乱七八糟的药，你也别喝了，是药3分毒，说不定就是因为药喝太多了，这才导致怀不上孩子。对，你婆婆那个人看着就不像是个面善的，给你喝那么多药，谁知道安的什么心？以后她再让你喝，你就偷偷倒掉，说不定不喝她给的那些药就能怀上了。小妹，你也别多想，别太伤神。我当初嫁给你二哥，也是2年才生了3娃。你就应该硬气一点，想想你当年在娘家，可不要再当这种受气包了。就算他郑文杰不要你了，你就回娘家来。不是我吹，别人家的嫂子可能会嫌弃小姑子，咱们家的就不会。就是大嫂说的对，咱们家不介意多添双筷子。大嫂、二嫂，还有我都不会嫌弃。再说了，生孩子不只是女人的问题，男人也占很大一部分。把过脉以后，于穗欢更加怀疑是不是那个郑文杰有毛病。姑嫂4人洗过衣服，就端着盆回了家。一进家门，于穗欢就看到乌鸦哥探头探脑的透过窗子往郑文杰现在住的那个房间看去。喂，你在这里偷看什么呢？你干嘛突然说话？走路都不带声音的，吓了我一跳。我这不是在看有趣的，可带劲了，比小破片都带劲，真人现场版。于穗欢有些好奇，这形容有点严肃。你看到什么了？刚才你们一出去，就有一只信鸽飞过来了。昨天来的那个小白脸从上面拿下一封信，看的那叫一个满脸的春心荡漾。回过信息后，他便关了窗，锁了门，在屋里那啥，你懂的。一边摸摸还一边叫着灵异啊，灵异哥哥。虽然他叫的声音很小，可我还是听到了。乌鸦哥模仿的那个声音真的是不堪入耳，于穗欢听得差点吐出来，简直辣眼睛。这鸟怎么了？叫的这么难听啊？没事的，大嫂，可能我不小心碰到它爪子了。我还以为他想找小母鸟了呢。他见鸟没事，便又走开了。我以前只看过现代童小破片，古代现场版的还挺刺激，不过一个人终究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这要是他嘴里那个灵异哥哥在，那就好看了。你刚才说什么？你是说我小姑子的夫君在房间里那啥，喊的还是男人的名字？于穗欢被震惊的差点脱口而出，幸亏他憋住了，只是在心里同乌鸦哥交流。吵吵吧我，大惊小怪的做什么？这不是很正常吗？我不信你在现代没看过童小破片，看你那小姑子的夫君长得白白嫩嫩，走路一扭一扭，还翘着个兰花指，他就差把自己的爱好写在脑门上了。你说的确实是，我刚看到人的第一印象，只是有些怀疑，没想到竟是真的，怪不得小姑子怀不上孩子，被一个有断袖的男人骗了婚，能怀孕才怪，说不定2人至今都没同房也说不定。可这种事他又不能直接去问李娇娇，得想个办法从侧面印证一下。如果郑文杰真的是个同性恋，不跟自己妻子同房，导致妻子不能怀孕，眼看着妻子被婆婆折磨，而他还不出声，那就真是太可恶了。乌鸦哥，你有没有看到郑文杰把刚才收到的那封信放到哪里了？还是直接给撕碎了？这么宝贝的情书怎么舍得撕了呢？当然是存放起来，就夹在桌子上那本红色的书籍里面，我看还不少呢。那先按兵不动，等我确定了这件事再偷偷拿出来当证据不迟。娇娇，这是我特意找人打听来的秘方子，多喝一点，听说能有助于怀孩子的。郑月儿在一旁眼睛瞪得大大的。三嫂，这汤看起来好香甜呢，我能不能也喝一碗？这汤里放的都是有助于怀孕生子的，你一个未出阁的大闺女喝这些做什么？我嫂子又不会生，喝这些也是浪费。你一个姑娘家懂什么？这生孩子可不单单就是女人的问题。婶子，你说我说的对吧？于穗欢笑的意味深长看向郑王氏，他不相信他儿子是个什么德行，他身为亲娘会一点点都不知道。胡说什么？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都是我把你惯坏了，没大没小。郑王氏脸上果然出现了一丝慌张的神色，像是要极力隐藏什么，赶忙呵斥郑月儿。看来他果然是知道些什么，自己儿子有毛病，还非要把不会生孩子这个天大的屎盆子扣到李娇娇头上。这老钱婆心思够恶毒的。娘，我有件事想告诉你，关于小妹的。怎么了？你可是发现了什么？我觉得他们说小妹一直生不出孩子，这关键点根本不在小妹身上，也许是姑爷的毛病。看看姑爷那个样子，有可能他就是个断袖。你看谁家大老爷们儿不是血气方刚的？就他给人的感觉就像跟个女的似的，手还翘着兰花指。他们家儿子有毛病，自然是不会说出来，瞒得紧紧的，只能把这屎盆子扣到小妹头上，让小妹一辈子背着个黑锅。这天杀的老钱婆，我要去撕烂他的脸！
哎，娘，你先等等，我就是抓住一点苗头，咱们不得把这事情调查清楚，坐实了再揭穿他们一家子。对，三儿媳你说的对，我们是要把这件事情的真相摸清楚再找他们。到时候我定要撕烂那个老千婆的脸，如此作践我的女儿。三儿媳，现在他们两口子就住在你们隔壁，你多操些心。就像你说的，如果郑文杰真的是个断袖，有龙阳之癖，那他也许到现在跟娇娇都没有圆房。这要是不圆房的话，一个女人怎么能生出孩子？你小妹这件事就指望你了。婆婆这是想让我去听墙角吗？这怪难为情的，人家两个圆房不圆房，我也不能时刻关注呀。好，娘你放心，这件事我会放在心上的。这要怎么知道两个人有没有圆房呢？我总不能去问李娇娇两个人有没有那啥吧？于水欢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他决定手绘一本春宫图，告诉小姑子这是一本生子秘方图，看了以后他自会懂得。哈哈，我可真是太聪明了。他简单几笔就勾勒出一个小人，一时间文如泉涌，不知不觉就画了好几张。也许是他画的太过入神，不知什么时候旁边站了一个人，他都不知道。画完最后一幅图，他拿起来欣赏了一下，这个人发现旁边有一道人影印在书桌上。艾玛，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走路都不带声响的，吓我一跳。没想到欢欢的画技如此了得，简简单单几笔就能勾勒得如此传神。于最欢的脸色瞬间就红到了脖子根。你都看见了？不看见怎么能知道欢欢居然还有如此爱好？画得真好。你误会了，不是你想的那样，是娘拜托我都是为了小妹。他有些惊慌失措的后退了几步，平复了一下那颗扑通扑通乱跳的小心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现在这具身子才15岁，不能想那么多，这都属于早恋，不能想，真的不能想。那我相信娘子，你继续画。厉承锦修长的手指还未触碰到那本绘本，就被于素欢也几手快把给夺了回去。这个你不能看，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妈呀，画小黄图居然被李承锦给看到了，还看了那么久，真的是大型社死现场。你有没有发现娇娇的姑爷有些不对劲？你也是男的，你感觉他这种男人算是正常的男人吗？就那个说话的样子，还有那个做派。于素欢学着郑文杰的样子捏了一个兰花指。虽然都说书生大多是弱不禁风的，可是他这也太过于阴柔了吧？你说他会不会是个断袖，有龙阳之癖？厉承锦听到于翠欢的话，眸色一瞬间暗了下来。欢欢还知道龙阳之癖？知道怎么了？我那都是以前在画本子上看到的，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妹妹。如果真是嫁了这么一个男人，这也太惨了。这种男人又怎么可能会跟她生孩子？厉承锦自然也知道，有些男人和男人之间有特殊癖好，只是他从未往这边想过，毕竟他也还是个书官呢。呵呵，我这小娘子知道的还真不少，以前在于府看的都是什么画本子。那依照欢欢之见，我们该怎么办？于翠欢眼神暧昧，把面前的男人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为了你妹妹，要不然你牺牲一下，看一下你妹夫到底是不是那种人。你长得高大英俊，正是你妹夫喜欢的类型。他话音刚落地，众人就感觉周围的气压低了好几个度，男人的面色阴沉的可怕。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重要吗？这种事可以拿去随便试。我这不是为了你妹妹，这么大的事，事关她终生幸福，你当哥哥的牺牲一点怎么了？这件事我会另想办法求证的。厉承锦冷着脸从柜子中拿出他盖的那条被子，径自躺在了竹榻上，闭上眼睛。监视李娇娇和郑文杰两个人到底有没有同房。于翠欢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乌鸦哥，毕竟他就住在窗户下面，晚上有没有动静的话他是最清楚的。接连监视了4、5天，乌鸦哥表示两个人的关系纯洁的不能再纯洁了。每天晚上两个人虽然在同一张床上，可各自睡各自的，手都没碰一下。三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那个小妹，我想问问你，你那个跟姑爷两个人平时的感情怎么样？还算行吧，没有红过脸，没有吵过嘴，他对什么都是一副淡淡的表情，彬彬有礼。那你们成亲2年没有孩子，你婆婆这么着急，姑爷他着急吗？文杰倒不是很着急，每次都劝我说孩子这种事要靠缘分，不用太放在心上，也不用听他娘多说些什么，顺其自然就好。就算是我不会生，他这辈子也不会休了我。呸！这不是妥妥的渣男语录吗？既然你不着急，也不用听你娘那个老婆子说什么。为什么每次你娘逼你媳妇喝药的时候，你怎么不站出来说话？没长嘴巴，还是故意的？合着那些脏水没有泼到他身上，他当然没事。你们这几天有那个同房吗？于翠欢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变态。三嫂，我们每天都有同房呀，小日子的时候也会同房。小日子的时候身上不舒服，这怎么同房？没有不舒服，就是来小日子的时候肚子有些酸胀。晚上我睡觉很老实，我们两个都是一人一半，基本上谁都不会碰到谁，同房也没什么问题啊。于翠欢被惊得目瞪口呆，雷得里焦外嫩。他居然觉得睡在一张床上就是同房，看来我想的还真是对。李娇娇对于男女知识根本不通窍，她以为一男一女一起睡在床上那就是同房了。关于普及性知识，她有些不太好意思，这个要怎么开口啊？其实嫂子有件重要的事想跟你说。于翠欢透过窗台往外看了看，确定外面没有人，这才低声说道：男女在一起单纯的躺在床上是不能怀孕生孩子的，就是还要做一些事情，那个要把男人的。天啊，饶了我吧，这要我怎么说啊？他实在是不知道往下该怎么说才好，于是直接从怀中拿出那一本精心画的春宫图塞到李娇娇手中。
这里面画了男女怎样才能怀孕生孩子，你仔细看一看，切记千万不要给姑爷看到了。嫂子放心，文杰今天拿着书去河边读书了，他说那里空气好，我回去一定偷偷的看。李娇娇回到房间，把门给拴上，这才打开于水环塞给她的那个小本子。这刚打开第一页就被上面的画面给惊到了，画上一男一女两个小人抱在一起，嘴巴对着嘴巴，还赤身裸体，脖子以下的更炸裂，是不能描述的画面。她强忍着害羞才把整本书看完，此时内心的震惊更大于羞涩。原来男女真的不是躺在一张床上就能够怀上孩子，而是还要做这些羞于开口之事。可是为什么我们成婚2年有余，两个人从未做过这些？按照三嫂说的，不做这些的话，根本就不会怀孕。我从不知道这些，难道说文杰他也不知道吗？李娇娇又有些不解，画本子一开始那上面画的是一男一女，可后来那几页画的是2个男人。2个男人为什么也可以做那种事？那不是怀孩子才能做的吗？她想不明白，把画册塞进怀里，又去隔壁房间找于穗欢。三嫂，你给我的那画本子我都看完了。说完这句话，她一张脸已经红得跟熟透的虾子似的，一直到了脖子根。看完明白了吧？那你跟姑爷之间有没有晚上一起运动过？于穗欢一张脸也红到了脖子根。这都问的什么虎狼之词？我虽然懂得多，可也没处过对象啊，太难了。没有，我们成婚2年来从未有过，我不知道，文杰他也许也不知道。你们2个关系如此纯洁，这要是能怀孕了才怪呢。那我画本子上画的你都看完了，后面的也看了吗？都看了。其实嫂子就是想告诉你，有些男的他那个喜欢的人取向有些不正常，就是他不喜欢女人，喜欢男人，对着女人根本做不了生孩子那档子事。姑爷2年间都没有碰你一下，对你又冷漠，那他有没有跟哪个男的来往比较亲密的？就是你感觉他看到那个男人非常高兴，比对你还好。李娇娇身子一颤，险些站不住，一张脸瞬间就惨白。有的。她深吸了口气，平复心情，不敢相信自己的猜想。我们在府城的时候，他有一同窗好友是府城陈记杂货铺家的少爷，相公时常跟他在一起，关系特别亲密，经常在他们家温书吃也不贵都是常有的事。他们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有说有笑，感觉特别的亲密。越说李娇娇越觉得不对劲。三嫂，明明你的意思是说文杰他的那个陈少爷2个人，他喜欢男人，你的意思是说我的相公喜欢男人，他有龙阳之癖。事情的真相犹如一颗炸弹一样在李娇娇的脑子里炸开，她愤怒之余又觉得可笑。小妹你先别急，你的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你们2个2年了都没有同房过，如果说你不懂，难道郑文杰他也不懂吗？他懂，他比谁都懂。前几天我看到咱们家来了一只信鸽，姑爷他从信鸽上拿下一封信以后，又偷偷回了一封信，那信就夹在他的书中。不如我们现在就去看看那信中到底写的什么。他跟陈少爷2个人只是单纯的同窗之意，还是有什么苟且之事？于穗欢见了屋直本桌子上放着的那本红色的书籍，从里面找出了足有10几封信，信的大致内容就是2个男人卿卿我我、甜言蜜语的情书。现在一切都真相大白，郑文杰就是个断袖，他娶李娇娇也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李娇娇现在整个人都是懵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这2年来，她受了多少委屈？婆婆和小姑子向来了言恶语，什么活儿都是她干，她就像是一个老妈子一样。可她一想到自己不能生，不能给人家传宗接代，硬是把一身傲骨磨得没了脾气。三嫂，为什么会这样？我一直以为说我不能生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原来是他骗我，把我当傻子，他把我骗得好惨啊！放心吧，你这2年来所受到的屈辱，我们一定要让他们10倍奉还，绝对不能轻易就这么饶了他们。你现在还年轻，跟他和离以后再嫁一个好人家，以后一定会儿女双全。他也知道这件事对李娇娇的打击很大，可是能提前知道总比葬送了半生才知道要好，那才是真的惨。对，三嫂你说的对，这2年来我所受的苦不能白白就这么算了，我要从他们身上都讨回来。三嫂，拜托你这件事先别告诉母亲和哥哥他们，今晚我要试一试，看看这个狼心狗肺的男人能无耻到什么程度。我答应你，但是可千万不要做傻事。不管怎么样，你现在是在李家，你有爹娘，还有3个哥哥和3个嫂子。放心吧，他们3个在咱们家还翻出不出什么花浪，他们这样欺骗折磨了你2年，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已经被看穿的郑文杰还不知，也就是出去2个时辰，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他那些丑事李娇娇全都知道啊。天色渐晚，2人穿着中衣躺在床上，郑文杰正昏昏欲睡，一只手突然放到了他的腰间，他浑身一僵。娇娇，你这是干什么？相公，你说我们2个2年都没有怀孕，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娇娇，你怎么又说起这个问题？我不是说过了吗？孩子这个事情要随缘，不要着急。况且现在娘她又没有说什么，你何必给自己压力呢？睡吧。会不会是我们2个该做的没有做，所以我才会怀不上？娇娇，你又在乱想什么？是不是谁跟你说什么了？你觉得呢？我能乱想什么？你难道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难道是李娇娇知道了什么？不可能呀，这种事又有谁会对她说呢？你是不是这2天累到了？我能有什么想跟你说的？别胡思乱想了，赶紧睡吧，说不定很快就能怀上，也未必没有可能。哈哈，到现在你还想骗我吗？
我这2年来为什么怀不上孩子，你心里知道的最清楚。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真的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娇娇，你怎么了？是不是撞邪了？今天晚上好好的，怎么突然问这些问题，还让不上睡了？郑文杰，你个畜生，你到底还想欺骗我到什么时候？让我整整2年平白无故背着这些黑锅，天天在自责中度过，觉得是我对不起你们家，这样你心里是不是觉得非常得意？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子。你在胡说些什么？这么多年你不会生孩子，我又没说什么，也从未对你冷言相向，你难道还不知足吗？他看着面前这个一脸冷漠的男人，只觉得恶心反胃，心中的怒再也压制不住。清脆的声音在房间内格外的响亮。于水环一直都在注意着旁边的动静，他知道李娇娇在知道事情的真相以后，肯定不会选择什么都不做。听到了耳光声，夫妻2个一前一后冲出了门。哎呦，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打得真好，真解气！哇，渣男就是死鸭子嘴硬，都问到这个份上了还不承认，要我说这一巴掌打的都是轻的。妹子怎么回事？快开门！郑文杰此时已经慌了，纵使挨了巴掌也不敢表现出一丝的愤怒。三嫂没事的，就是我们2个拌了几句嘴，我会跟娇娇道歉的，你们睡吧。哈哈，郑文杰你脸皮可真厚，天天读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李娇娇已经失去了理智，她疯了一样扑到郑文杰跟前，对着他的脸就是一顿挠，被指甲划过的地方瞬间就是一阵阵火辣辣的疼。娇娇，你住手！你快住手！你疯了吗？你再这样我可就还手了。别以为我不打女人，古人云，为女人与小人难养也。怎么你还想打我吗？那你动手啊！你这个女人真的是疯了。听到里面2个人的打斗声以及叫喊声，李从锦再也忍不住，人踹向那扇木门。怎么回事？三哥，你放开我！今天我要跟他同归于尽。李承锦回头，眼神冰冷望着被挠得跟猪头一样的男人，一只手直接拽住他的衣领，居高临下的盯着他。郑文杰，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妹妹的事情，才把她逼到这个份上？三哥，我什么都没做，也不知道怎么了，是娇娇她突然跟疯了一样。呸！你居然还敢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猪鼻子插大葱装什么大象？你有种把娇娇为什么打你这件事情说出来，死到临头还不知道悔改。于嘴看得出来气，抬起脚狠拍在郑文杰的两腿之间。没想到自家小娘子这么彪悍，丝毫不拖泥带水，只取要害。看着一脸惨白的郑文杰，他都有点替他疼。说呀，别装死！你要是个男人，就大大方方的说出来啊！不对，我都忘了，你就不是个男人。相公，你也认识字的，你看看这信上写的都是什么？喂，你们干什么？你们怎么能乱翻我的东西？给我放回去！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快放开我儿！此时李老大、李周氏、老大家2口、老二家2口都跑了过来。你们这是干什么？没有这样欺负人的！看看把我儿子都打成什么样了！看你不顺眼多时了，早就想修理你一顿，今天索性一起。相公，正好大家都在，你把郑文杰写给同窗的信给大家念一念，看看写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喂，你们不许念！你心虚什么？是不是写了什么不堪入耳的话才会这么着急？你自己办的那些脏事，你觉得现在还能瞒得住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倒是说呀！李老大和李周氏急得团团转，这打架打的是真狠，无为的脸都抓得成猪头了。爹娘，小妹根本就不是不能生孩子，她身子健康的很，不能生的是郑文杰，他根本不是个人，居然喜欢男人，跟府城陈记杂货铺的少爷2个人有苟且之事，娶小妹进门也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2年来2人根本就没有同过房，他为了自己的面子，任由小妹被郑婆子这个毒妇刁难，天天搓磨，这一家子黑心烂肺的东西，他们的心和肠子都是黑的。李家众人一听于子宽的话，都被这个消息给震惊的说不出来一句话。什么？郑文杰，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凭什么如此作践我的女儿？我苦命的娇娇呀，我要杀了你！李周朝着郑家母子2人就这猛扇。你们干什么？快放开我娘和我哥！明明是李娇娇不能生，你们这是要把脏水泼到我们头上，信不信我去上县衙告你们？李娇娇，你倒是说句话呀！你是不是哑巴了？你嫁给我们郑家就是我们郑家的人，怎么能联合你娘家欺负我娘和我哥？你到底守不守妇道？你个不要脸的小年纪，一张嘴巴恶毒的随了老毒妇，天天使唤你嫂子，你还使唤上瘾了？咋说话的？还扯上妇道了？什么玩意儿？你们郑家一家子的烂人，你们家也配？这张嘴再敢搬弄是非，胡说八道，我就给你这嘴给缝上！郑月儿又矮又瘦，哪里是又高又壮陶桂花的对手？3两下就被打得晕头转向，老老实实的趴在墙角，一动也不敢动。哭什么哭？你还有脸哭？再哭信不信我打死你？给我憋回去！你这个没种的男人，既然这么想挨男人的折腾，想当女人，那今天我们就满足你，把你下面这2两肉直接割下来，让你以后快活到底。不要！你们快放开我！你们赶紧给我放手！我要去官府告你们！郑文杰的裤子还是被李承信给扒了下来，那腿细的还没一般女人的腿粗，白生生的。最重要的是，就像是大树上面挂了一个小米辣，完完全全没有发育，看起来就不是正常的。果然是个没有卵蛋的，这家伙长得还没大娃的大呢，就不算个男人。
于翠欢和张晚香、李娇娇三人有些不好意思的别过头去。李周氏和陶桂花倒是偷偷看了一眼。那玩意儿还没个8岁孩子的大，根本就不是个男人。你个遭天谴的恶毒老钱婆，就是因为你恶事做多了，才生出这么一个不男不女、不能生孩子的玩意儿，活该你们家断子绝孙，活该你生的这玩意儿被男人骑。这王氏也疯了，他以前只知道儿子小时候那玩意儿不怎么长，后来大了也就没有再问过。造孽啊，这是要断子绝孙了啊！次日，李娇娇拿喂狗的盆子在里面放了一大把的草木灰，又加了一大瓢的凉水，端着就去了后院的茅草房内。娇娇，我的好儿媳，你们该打也打了，该骂也骂了，这气也该消了，日子还要往下过不是？你就放了我们吧。以前是娘做的不对，娘知道错了，以后娘很肯定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疼爱。呸！没脸没皮，看见你这老婆子我就觉得恶心。以前你逼着我喝符水、喝香灰水、喝黄连水的时候怎么不说这个？你以前打我骂我，让我干活还不让我吃饱的时候怎么不说这个？这老太婆脸皮咋比城墙还厚？自己儿子都那样了，居然还想让人家当她儿媳，真是熊猫点外卖，损到家了。这老钱婆就是天生属黄瓜的，欠拍。哼，风水轮流转，今天就让你尝尝我以前受过的苦。不，我不要喝，你给我喝什么？是不是想毒死我？不过就是草木灰水，跟符水差不多。当初你不是也说过吗？捏着鼻子喝就成，能有什么味道？现在临让你也体会体会。李娇娇冷着脸抬手捏住他的下巴，现在可由不得他喝不喝。你这个恶毒妇人，怎么能这么对娘？她可是长辈呀！你这种忤逆不孝的，就应该拉去进猪笼。李娇娇抬手就给了郑文杰、郑凡2个大耳光，一点都不带犹豫的。拉我去进猪笼，忤逆不孝的话你也好意思说得出口？你娘这个老毒妇算个什么长辈？在我眼里现在连一条狗都不如。我们又杀了你们一家3口，已经算是仁慈的，别在这里跟疯狗一样叫。这草木灰水你也得喝，你还应该多喝。灌了郑王氏一大瓷盆草木灰水，李娇娇又端来一盆，这盆是给郑文杰的。当然了，郑月儿也有，总不能厚此薄彼。爽！曹大叔，我来给你送货来了。好的，麻烦你了。最近整个豫州都不太平，只因梁王要打仗，各种苛捐杂税那是一天比一天高，而且梁王为了打赢这场仗，迟早会大范围征兵。你这种年轻力壮的必然要去前线炮声，有条件的话，不如离开豫州另谋生路去吧。我也是觉得你跟我投缘，人也机灵，好心提醒你，听不听也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多谢曹大叔提点，如此大恩，小的没齿难忘。我回去之后就跟爹娘说清楚。干嘛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啊？钱掉了。欢欢，你对自己的真实身份就不好奇吗？于家乃是河西县首富，大柳树村的于家与他根本就八竿子打不着，又怎么会抱错孩子？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是大柳树村于家的女儿？难道我的身份另有隐情？其实你娘是15年前北地首富于家嫡出的大小姐，现在这个只是一个远房祖亲。你娘和禹王有过一段过往，不过他母妃嫌弃你母亲是商户女，且当时禹王已经有正妃，你娘不甘做小，独自生下你后，又把你托付给现在的于家家主。没想到于家家主刚死没多久，你就被于夫人以报错的名义赶了出来。你怎么知道这些？不未必先知啊，还是你拥有什么神奇的能力？我其实是郑国将军府的公子，你娘和我娘是闺中密友。你娘生下你后住在我家别院那一段时间，你娘和我娘还说过把你许配给我，只是后来因为皇权的争夺，我郑国将军府被陷害，遭灭门。是嬷嬷和教我习武的师傅拼死呼我才捡回一条命。意思你不是李家的3儿子？嬷嬷本是我现在外祖父的妹妹，正巧那时候真的李成景病死在外祖家，外祖母就让我冒名顶替了李家的3儿子，在周家养了2年多才回到李家。这些年我一直有在关注你的事情。早就知道我穿越的这个身份不简单，那他一开始就认出我身份了，从那一刻就已经打上我的主意了。对了，你娘在于家给你留了一笔不小的嫁妆，保你10辈子衣食无忧那种，只是没想到你被赶出来了，还阴差阳错之下嫁给了我。你喊这叫阴差阳错，确定不是你蓄意而谋之？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惦记原主那些嫁妆呢。那我娘呢？她现在在哪里？后来整个于家被陷害，嫡系全都丧命，剩下的都是些旁支远亲。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别害怕，以后有我陪着你，我一定倾尽全力护你周全。护我周全，这话说的还挺感人的。可我又不是真实的于岁欢，这份真情我还可以心安理得的接受吗？对了，刚才他们都说因为梁王要打仗，不光要加重赋税，后期可能还会征兵，我们是时候要做好逃到别的地方的准备。于夫人拿着你娘留下的嫁妆投诚于梁王府，用此招兵买马，攻打你这具身体的亲生父亲，这心思真是太歹毒了。那后面我们偷偷的去一趟于府，把当初我娘送我的那些嫁妆都拿回来。你这主意倒是不错，反正这2天我们要收拾一下桃花到别处谋生路，到时可以去一趟于府搬空库房，拿回属于你的东西。这些个当官的不做人，欺压百姓，把他们的财产粮食都带走，看他们怎么打仗。有了粮食，上面的官员还不把他们打得屁股开花。娘，今年的粮税翻了1倍，而且听说梁王要打仗了，后面还要征兵抓壮丁，家中只要是有势力男人的，全部都要上战场去。听到李成锦的话，一家人的脸色顿时垮了下来。那可怎么办呀？这以后的日子岂不是没法过了？我的意思是，趁着现在知道的人还不多，
不如把宅子和田地卖了，换成银子，我们到东州去。听说那里比较太平，日子过得也富裕，各种税收特别低。这么严重，真的只能卖了田地祖宅到别的地方吗？老三说的对，真要到了饿死人还要让儿子们上战场的地步，那时候就晚了。而且咱们去东州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我在豫州这里被人陷害，考不了功名，到了东州以后办上新户籍，还可以继续读书，到时候侥幸能考上个秀才、举人，咱们家也能不用交税了。和离书怎么写不用我教你吧，至于是因为谁的过错合理，最好写清楚。我写过和离书，你是不是就可以放我们离开了？你好好写，写完我就放你们走。好，我现在就写。郑文杰此时也顾不得脸面什么，把是因为自己不能生育，两人才和离都在和离书里面写的明明白白。李成锦拿起和离书看了看，还算满意，随后捞出一根粗木棍，放你们走当然可以，但是我妹子这2年受的苦，不能白白就这么算了。他举起木棍狠狠地砸在郑文杰的右胳膊上，这一条胳膊就当是赔偿了。李成锦断了他右臂，让他以后再也无法提笔写字，而且有残疾的人终身都不能再考科举，也算是断了他的后路。你不会是想我们2个钻狗洞进去吧？那怎么了？其实我可以。李成锦还没来得及说可以抱着他一起从墙上跳过去，不用钻狗洞，谁知道人已经爬过去了。你有这功夫为什么不早说？谁知道你爬得那么快，我还没来得及说。干嘛？哎呀妈呀！小姐真的是你回来是来接翠儿一起走的吗？他愣了一会儿，这才想起来这人是谁。这个丫鬟是他被赶出府前的贴身丫鬟，唯一认识有好感的人了。别哭啊！我就是过来带你一起走的，不能让别人发现了。我就知道小姐不会抛下奴婢不管的。那个新来的3小姐整天变着法的欺负我。放心吧，以后跟着我，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绝对不会让你再饿着。小姐，这是我是你们家小姐的姑爷。小姐你都嫁人了，这姑爷看着就不错，俊美，配小姐正好。李成锦皱着的眉头瞬间舒展开来，这小丫头说话真的让人大喘气，还以为要说我不行呢。有了小翠在，3个人一路畅通无阻的来到放家长的院子。发财了！小翠，你跟姑爷先出去。好的，小姐。好了，我们走吧。小姐，你什么都没拿吗？拿了。哎呦，我的个老天爷呀！这库房居然莫名其妙的空了，前2天我才来看过，还是满满当当的。快去告诉夫人。随后他们又去了2个县的府衙，把里面的粮食、兵器、能用的、不能用的，他统统给收进了空间。明天一大早就要走了，我还没通知义父金嘴大王呢，不行，我得进山一趟。谁呀？大半夜的，眼睛瞎，没看到下面有鸟啊？乱丢东西，这么缺德！妈呀，还有这种好事，站这里就有野鸡送上门，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点了外卖呢。哈哈，我这是要升级锦鲤体质了吗？随后抬起个的瞬间，正好跟不远处一双铜铃般大的金黄色眼睛四目相对。鸡个老天奶，谁来告诉我，这山脚下怎么会有大老虎？这玩意儿不应该在深山老林吗？呀，大哥，这是您的外卖。不对，这是您的野鸡吧？我就是想帮您捡起来。乌鸦哥，来把大哥的野鸡给大哥送过去。你这死丫头，这是想把我当外卖一起给送过去吗？我自己逃跑是不成问题，虽然死丫头人有点滑头，可我也不能丢下她不管啊，只能祈祷金嘴大王赶紧过来，说不定还能有一线生机。大老虎的目光带着审视的意味，上下打量于罪患，颇有些嫌弃。今天奇了怪了，这人类说的话我居然能听懂，就是他嘴里说的什么外卖不太懂，这人类居然还管乌鸦叫乌鸦哥，有点奇怪。大哥你别过来，别吃我肉少，关键也不好吃，野鸡还给你还不行吗？于水欢把手里的野鸡抛到大老虎面前，往后退了退，可那大老虎看也不看野鸡，只直勾勾盯着他。你知道我干爹是谁吗？我干爹可是这山林里的一霸，鸟送外号金嘴大王，不是个好惹的。你要是吃了我干爹不会放过你的。干爹，义父救我，您再不来，孩儿恐怕命不久矣。大老虎没想到他真的能听懂这个人类说话，他居然说他是金嘴大王的崽，这算是睁眼说瞎话糊弄我的吗？我看起来很好糊弄。大老虎瞬间有点生气，该死的人类，你居然敢冒充我兄弟金嘴大王的崽，看本王不一掌拍死你！没有冒充，真的，比真金还真。这只乌鸦哥可以作证，不信你可以问他，要不然我怎么可能听懂鸟说话？
还能听懂您说话，人类怎么可能？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咦，说的是有几分道理。这人类居然能跟他们交流说话，不寻常，确实不寻常。于翠欢看大老虎爪子放下，不由得内心松了一口气，赶紧加把劲儿继续忽悠。您刚才说跟我义父是兄弟，不知道您二位谁是兄谁是弟？你义父活了100余年，本王才几十年，自然你义父是兄，本王是弟。按照辈分来算，我应该叫您一声二叔，二叔在上，小侄在这里有礼了。我义父马上就过来，咱们在这里等一等。你们兄弟二人也好久没见了吧？等会儿可要好好叙叙旧。乖乖嘞，又来了，还二叔，神的二叔，死丫头，这人亲戚论辈分真的有自己一套独特的逻辑。这一声二叔直接把大老虎给干蒙圈了。这就是亲戚了，那我这还怎么下嘴啊？就在大老虎犹豫不决的时候，一声啼叫声格外响亮，在山间回荡，一听就是于翠欢的便宜义父金嘴大王了。义父，可想杀孩儿我了！哎妈，这便宜干爹再不来，万一忽悠不下去，保不定就成大老虎的盘中餐了。金睛大王，贤弟，你怎么也在这里？贤弟，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本王的崽，已经修炼成人，怎么样？是不是很羡慕？金睛大王呆愣愣的点了点头。糊弄谁呢？你都没修炼成人，你的崽咋这么能？比你都能修炼，就算是打娘胎开始练，他也练不成，指不定谁给他戴了绿帽子。硬说这人类是他的崽，也就他傻不拉几相信，说不定是这个人类狡猾，忽悠这傻大鹰的也说不定。金嘴大王才不管谁怎么想，递给于翠环金闪闪的2大包东西。我儿，这是为父捡来的，所有东西全都交给你。接连2天一直下暴雨，这山中也要有天灾发生了，实在是不宜居住下去，所以我带领他们准备换个山头生活。我儿，你也要赶紧搬走才是，这山下也并不安全，到时候山洪爆发，有性命之忧。我知道，义父，你们这是要搬去哪里？我带他们准备搬去东周的蓬莱仙山，那里数十年前我曾经过，仙气缭绕，最适合居住。那这正好，义父，我也准备搬到东周去，咱们正好能一路。不过我要跟着人类的大部队一起走，反正义父你们都是用飞的，咱们一路上可以相互照应。本以为要失去这便宜义父了，没想到大家居然是一个目的地，真是猴子的爸爸，缘分呐！贤弟，你这是要前往哪里？大哥，我这也是要前往东周的蓬莱仙山，我表哥正好在那边，我准备投奔他去。本以为临走之前可以吃顿饱饭，谁知道还泡汤了。那正好，咱们可以一同前去，你我暗中还可以多多照顾我家崽，毕竟人类都狡猾多端，这一路上指不定有人想要害我儿性命。金睛大王翻了个白眼，还你的崽，长的一点不都像好吧？不过他不敢说，因为他打不过金嘴大王。这是好说，既是大哥你的崽，那也是我的侄儿，自当是要好好维护。义父，时间不早了，我也该回家去，我们明天一早在村口集合，你记得派些鸟暗中看好我，咱们不要失了联系。放心吧，我儿，你赶紧回去吧。李家村的老少爷们，大家都别睡了，赶紧起床收拾东西逃荒了。运河的堤坝冲垮了，已经淹了好几个村庄，老少爷们都起来赶紧逃命了。过后不久，村里的人都收拾好东西，齐齐聚集在村口最高的地方，等待村长的下一步指示。原本想着带二叔一家、舅舅一家，还有师傅和春信一家逃往东周发展，这咋还能遇上水灾呢？逃荒的一下子变那么多。对哦，春信他们怎么还没来？城里已经去喊了，先等等看。欢，春信，这洪灾来的真吓人，三里坡那里堤坝也冲垮了，我们出村的时候，村里水已经到了大腿这么深，幸亏早有准备，不然什么东西也带不走。所幸大家都没事，别害怕。老天爷呀，这还不让人活了？咱们离了村子末底，没房屋，这以后还怎么过日子？行了，一个个都别哭了，咱们大家都还算好的，至少保住了性命。村长，那我们逃去哪里呀？大家有亲戚的也可以去投靠亲戚，没有亲戚的咱们就往东走。反正咱们这一带梁王管辖只会加重赋税，压榨老百姓，索性就离开豫州府这一带，到别的王爷管辖的地方去，说不定还能谋一个生路。很快有亲戚可以投靠的人陆陆续续拖家带口的走了，整个村子里的人走了约莫有大半。村长不禁把目光看向李老大和李老二，前几天他们卖地卖房子，说要去投靠李老三，这件事他是知道的。大哥、二哥，你们肯定是要去投靠三哥吧？不若剩下的人咱们都一起往东走，大家也好有个照应。如若大家也都愿意往东周去，那咱们就一道，正好路上也有个照应。哎呦，我的乖孙子大宝，怎么哭了？是不是扎到脚了？快来让奶奶看看。奶奶，我腿疼死了，不想走路，我想坐那个车，还要吃炒豆子。
你都多大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猴荒啊还想坐推车吃豆子，你想不想挨巴掌？信不信老子抽你？你吵孩子做什么？他才多大，走了一天能不累吗？想吃炒豆子怎么了？他大奶奶家不是多着呢，还能不给孩子吃一点？孩子他大奶奶，你家推车地方那么大，空着也是空着，你看让大宝也坐上呗。娘，你说什么呢？这路都不好走，程兴兄弟和程锦兄弟推车就够不容易了，你让大宝瞎起什么火？孩子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你瞎说什么呢？咋就不能做了？他大奶奶还能不心疼孩子？这洋婆子真是什么便宜不爱占，打主意都打到我们家头上了。看你这话说的，算盘主